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今天又来到了良渚古城，哎，我太喜欢这个地方了哈。然后看今天我们以前都是上午来的哈，然后今天，我现在这个换一个直播时间，都到中午来，因为中午大家相对比较有空一点哈。啊，这地方很清静，是的。然后呢，我严重怀疑我是今天第一个从这边西门进来的人，因为良渚古城它有这个南门、东门、西门三个门哈。然后刚才我预约这个西门边票的时候，我看就是这个数很整啊，就是还剩1000个票。那我觉得可能我今天是第一个从这个西门来的。哎，有鸟叫声，你看这个林子多美啊，特别漂亮啊，特别漂亮啊。那这个来过良渚古城很多次了啊，每一次都还特别想来。一个是风景优美，再一个是每次在这儿都能这个聊良渚文化、良渚文明啊。良渚文明对于我们中国、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啊，实在是太重要了。那至于多重要，咱们一会儿边走边聊啊。良渚，我们看今天的天多蓝啊，天热起来了啊，你看天多蓝，然后上面有淡淡的白云，然后哎，你听这个鸟叫声啊，阳光有点白晃晃的，是的。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哈。一般呢，大家这个来良渚古城，如果是杭州的朋友或者外地的朋友来过杭州，到这个良渚古城，谢谢啊，谢谢这个张威啊，这个送的爱心啊。然后呢，这个良渚古城呢，一般良渚古城这个遗址公园哈很大，然后呢，它有3个门，南门是正门。所以一般的游客都会从南门进来，但是哈，作为一个历史老师，那我每次都是要从这个西门进来的，倒不是因为说西门比较幽静，人比较少，而是从西门进来，它是它这个参观的顺序，它刚好符合我们这个历史的这种探索和发现。所以说哈，这个建议大家以后呢，如果说来良渚古城，你也可以不妨从这个西门进来啊。而且西门边上有一个这个大观村居委会，它那个里面有一个大院子，在里面停车不要钱，这也是个小技巧哈，可以蹭这个停车场。好，那我们就要进来了哈。你看，这里就是这个刚才进来的西门，离得很近。为什么我们从西门进来呢？因为西门进来，马上左边走个几步，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就要到西城墙展示点了。那为什么这个要去这个西城墙展示点啊？这就要说到我们为什么要来良渚古城。为什么要来这里？那你说来这里我就是看看风景不好吗？或者说我就带小朋友，然后在那个南门进去以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鹿苑，然后呢在那里喂梅花鹿不好吗？挺好，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说，如果说咱们自己或者说带着孩子想要到良渚遗址这个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来，然后呢对历史文化有所探索，那我们这个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们就要去问自己哈，就是在这个维度上，我们为什么要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为什么要来这儿？那良渚啊，这个我们说良渚是杭州的3张名片之一。这个前2年这个杭州亚运会有3个吉祥物，对不对？那3个吉祥物不是乱选的，它代表了杭州最亮丽的3张名片。其中一张呢，其中那个3个吉祥物，一个叫这个莲花的莲，然后它那个脑袋上顶着一个莲花，然后这个就代表的是西湖，这个我们都知道。第2个呢叫辰辰。他那个脑袋上顶着一座桥，这个是大运河上的拱辰桥，所以第2张名片是京杭大运河。那第3个吉祥物就是叫从从，他脑袋上顶着一块玉器，那个玉器呢就是玉琮，而这个玉琮就来自于良渚啊，就来自于良渚。所以说这个杭州的第3张名片就是良渚。那为什么良渚这么重要呢？为什么良渚这么重要？这就是咱们今天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我们要探索的事情。
为什么良渚它这么重要哈？为什么良渚它这么重要？是这样的，就是在良渚遗址出土之前，我们中国哈，就是咱们中国人从小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叫做我们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或者叫我们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这个是咱们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知道的一句话，耳熟能详的，老师也说，家长也说，书上也都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个上下5000年啊，并不被国际上认可，老外是不承认的。老外是不承认的，而尤其是老外里面的这个什么考古学家呀、历史学家，他们是不承认咱们中华文明有上下5000年的。那他们为什么不承认呢？人家也是有道理的。我跟你说说他们的道理啊，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学术界，就是历史学界、考古学界有这样的一个文明认定的标准，就说你这个民族有没有形成文明，或者说你找到了一片这个遗址，那这个遗址在当时它有没有达到文明的程度，它是有标准的它是有标准的。那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像北方咱们可能听过的像仰韶文化，它为什么不能叫仰韶文明呢？就是因为在那个时间还没有达到文明的标准，它还不够。你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我们在这个中学历史课本初一的时候都学过，这个浙江有一个余姚有一个河姆渡遗址，对吗？那叫河姆渡文化，它为什么不能叫河姆渡文明呢？因为它没有达到那个文明的标准，它当时就是一些什么，就是一个这个发现了一个村落，里面呢可能有住着几百号人，然后呢种水稻这些都有了，但是它依然是什么，达不到文明的程度但是它没有达到文明的程度。我觉得咱们先了解一下老外他们的这个是怎么想的咱们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情从科学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情那这个国际的这个考古学界有这样的一个文明认定的标准，就是你发现了一片遗迹然后古代的遗迹，那这个遗迹出现了什么，然后才能被认定为文明，就说它达到了一个文明的高度。它达到了一个文明的高度，发现了什么呢？国际学术界有3个标准，哪3个标准第一个，这里有大规模人口聚集的城市。大规模人口聚集，不是像河姆渡或者像陕西西安那个半坡遗址，那个也就是几百个人，这个人口远远达不到，你至少得要几千上万人的人口聚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城市了。这是第一个标准，你这儿有没有什么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这儿，形成一个城市，这是第一个标准。然后呢，第2个标准是什么呢？第2个标准是这位远山呼唤的朋友我要把你这个，我觉得我们理性探讨，好吧？然后这个我要把你请出去了因为我不希望我的直播间里有这种太多的这种叫什么，就是这个不是那么理性的这种声音那我们更多的是，我作为一个历史老师，我是要什么，要去这个从逻辑上从知识上，然后来给大家聊明白这个事儿来不是这个上来就是西方就要怎么污蔑我们，或者上来就是我们怎么不行，我觉得这都是很情绪化的表达。这不是我的这个直播间，也不是我的这个号的这个风格所以说刚才那位朋友我把他请出去了好，那我们继续回来说你看他打断了我的。那第一个就是大规模人口聚集的城市，第2个是什么呢？第2个是在这个地方有青铜器的出现。青铜器是最早的金属，青铜器是最早的金属这个我们说这个地方金属的出现为什么很重要？
为什么金属的出现很重要哈？因为金属啊，就是我们就说青铜器吧，因为铁器是再往后的事儿，就是人类能够使用的第一种金属就是青铜器。青铜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间接运用自然资源，大家想想看是不是？你比如说你像这种什么，你去树上采个野果子吃啊，你去这个田野里面这个打一只兔子啊，这都是直接运用自然资源。你包括你这个烧一个陶罐，我们也是肉眼可见的知道它是怎么弄出来的，对不对？它肯定就是用泥土，然后只是把它烧硬了、烧结实了，这都叫直接利用自然资源。但是青铜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间接利用自然资源，就是那个铜矿石，不是直接把它拿来用，而是怎么样？要通过高温把它融化，把里面的杂质弄出去，把这个中间的铜给搞出来，然后我再利用。青铜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是间接运用自然资源，所以青铜器很重要。然后第三个标准是什么呢？这个带娃逛博物馆，这个听上去是我们同行哈，非常欢迎哈，谢谢你的关注。然后呢，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标准叫做文字的出现。文字的出现，那文字的出现为什么这么重要哈？我们想想看，当人类没有文字的时候，你的文明成果如何保留？你是保留不下来的。对吧？你是保留不下，你口口相传，你总会什么流失。可能你这就是什么，你这个文明成果你已经发展出了100分，但是因为你是口口相传，这个中间有各种各样这个意外的情况，比如说什么这个老师傅突然死了呀，或者说什么这种战乱呀，或者自然灾害呀，等等等等啊。然后呢，这样下来啊，这个也欢迎哈，不同行也欢迎哈。然后呢，这样下来以后，其实留存下来的呀不多，就它中间失散的非常多。我们就可以想象是什么呢？每次说到这个文字啊，我就想到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做过的一道特别缺德的数学题。什么数学题？就是那个大家肯定还记得，有一个水池子，然后呢有一个进水龙头，有一个排水龙头。开进水龙头24小时可以灌满，开那个排水龙头32个小时可以排完。问2个水龙头一起开，多长时间灌满一个水池子？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当你没有什么文字的时候，你没有一个东西去记录，把你这个族群发现的这些方法呀，发现的这些规律啊，什么这些东西包括你的一些就是这个社会组织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全都记录下来的时候，就是什么？就像你那个排水管也没有关，然后呢，一边发现着，一边流失着，一边发现着，一边流失着。这样的话，这个文明的进程就非常的慢。文明的进程就非常的慢，对吧？但是呢，当文字出现以后，这个排水管相当于就被关上了，因为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把它记下来了，所以说呢，就不会再流失了，文明的这个发展就会大大的加快。那这是国际学界认定的文明3个标准，就是在这个遗址，你有没有发现大规模人口聚集的痕迹？有没有青铜器的出现？有没有文字的出现？这是3大标准。那按照这3大标准来衡量咱们中华文明，那是哪一个遗址最早具备这3个呢？河南的殷墟。河南安阳的殷墟，殷就是商啊，就是商代的遗址。那这里面出这个什么大规模的人口聚集，然后青铜器，我们知道商代的青铜器不仅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青铜器的巅峰，是所有全世界青铜器的巅峰。我们耳熟能详的后母屋鼎、连鹤方壶、什么这个四羊方尊等等，这些都是什么商代出现的，青铜器非常的发达。我们可以说商代是一个青铜文明。还有第3个文字，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啊，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哈。那而且这个甲骨文我们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活着的文字，因为甲骨文里面有不少字，起码有几十个字，你让今天的小学生去看，他也能认得出来，就是这一套
文字系统是一直流传，中间经过了这个变化，但是它一直流传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每个中国人用的文字，咱们直播间里看到的这些文字，它都是什么？都是甲骨文一直演化而来的。所以说殷商被称为文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殷墟是多少年呢？3200年。所以为什么老外他们只承认我们中华文明是上下3000年，而没有到上下5000年？那边的古埃及还有那个古代的两河流域，他们是有5000年，而且在他们的这个遗迹中确实符合那3个标准，也确实发现了青铜器，发现了这个文字。那这个呢，就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扰啊，给我们带来了困扰。什么困扰哈？就是那我们中华文明到底有没有5000年？我们以后还能够理直气壮地跟我们的孩子说我们上下5000年吗？这是摆在咱们这个说小了是中国考古学界、历史学界的问题，说大了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腰杆子，对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腰杆子。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呢？这个问题分成2步。第一步首先，当我刚才说国际学界认定的文明认定的3个标准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产生过一丝疑问？就是什么？我们说做学问、学历史，我们要有这种充分的质疑精神独立思考的精神。就是这3个标准，它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吗？这3个标准就是定死的吗？那我们要看看这3个标准是怎么来的我们要看看这3个标准是怎么来的。这3个标准呢，是西方的，就是欧洲的，这就主要指的欧洲欧洲的考古学家们，欧洲的考古学开展的比较早，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晚清那个年代，然后到这个民国那个年代，咱们国家是个什么状况，对不对？天天这个打来打去被欺负，所以说能活下来就已经不错了，更别说去发展这些这个考古这些事情了。那他们发展的比较早，那他们发展的时候，他们主要是在哪里做考古发掘呢？就是在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在那里做发掘。所以说他们在发掘完古埃及还有两河流域的时候，他们用什么？也就是用一种总结的方法，他们总结出了文明认定的3个标准，总结出文明认定的3个标准。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们总结这3个标准的时候，首先这个标准不像数学定理和物理定律，对吧？它是这个一个什么到哪儿都不变的一个事情。那这是一个人文学科的一个人文总结的这么一个标准。那这些西方的考古学家，他们来中国好好的做过考古吗？他们去印度做过好好的考古吗？他们在美洲做过很细致的这种考古发现吗？只是用一个局部的一些这个考古发现，而去总结一个想要适应所有人类历史的标准，这科学吗？不科学，对不对？这不科学。所以首先这个标准是值得质疑的是值得质疑的。那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考古学家们，后来咱们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咱们这个就是整个国力也都上来了，然后我们的考古学也有很大的进步，而且在我们国内也有非常多的考古发现以后呢，我们也总结出来了我们自己的认定文明的几个标准。那我们就不拿咱们中国自己的这个历史遗迹去说事儿，因为啥？这样的话有点什么，有点这个自说自话，对不对？咱们就拿什么？咱们就拿它西方考古过的地方，咱们来说这个事儿。你比如说，咱们就拿咱们最熟悉的古埃及金字塔，文明吧？
绝对文明啊！一个族群，它能够修建起像金字塔这么这个宏伟的建筑，那肯定是算文明了啊！金字塔是人类历史上文明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成果，灿烂的成果。那我们看看哈，这个族群它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它能修建起金字塔啊？它能修建起金字塔，第一个，那肯定需要大规模的人口，这个标准是不变的，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金字塔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这也是 OK 的。然后第三个，我们想想看哈，修金字塔你怎么也得到成千上万人，比如说1万人，这1万人，他们是不是在修建金字塔的时候，如果每个人做的事儿都一样，这个金字塔能不能修得起来？它肯定修不起来，它一定需要有什么？一定需要有精细的分工。比如说，有人专门采石头，有人专门切石头，有人专门运石头，有人专门垒石头，还有人专门做设计，有人专门做测量，那更不要说有人要专门的种田，有人要专门的做饭，对吧？所以说，你没有社会化的分工，你是不可能让这1万多人在一起去建造一个这么宏伟的建筑的啊，建筑宏伟的建筑。所以说，第三个叫什么？叫做精细的社会分工。还有第4个，就算有了分工，就算各司其职，那么大的工程要几十年才能把它建起来，这个地方要不要规划？要不要管理？啊，那这里面工程出了问题，要不要追究追责？哎，然后有表现好的人要不要奖励？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如果说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你很难想象能修建起这么宏伟的建筑啊！你很难想象能修建起这么宏伟的建筑。所以说哈，第4个就是要有什么？要有社会阶层分化。啊，要有社会阶层分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咱们看到的一些，大家如果去一些博物馆哈，一些史前文明的博物馆，你比如说，就拿比较熟悉的这个宁波余姚的这个河姆渡，它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村落。这个村落里面，人差不多人的身份都是平等的，人人平等。那你想想看，在一个人人平等的小社会里，它有没有可能带来文明爆炸式的发展，快速的发展？平均这件事情好不好？我们中国古代啊，这个什么，总有一个什么大同的理想，叫哪一天这个社会叫什么均贫富等贵贱就好了。但是我们想想，真到了那样的社会，那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如果一个社会人人平等，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完全的平等。当然了，这个要看你是谁，对不对？如果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哎，甚至你是一个社会底层的人，那你觉得挺好的呀，对吧？我早就看那些有钱人不顺眼了，我早就看那些这个大官不顺眼了，对不对啊？凭什么他过得比我好？但是如果说我们站在一个整个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角度，当所有人都平等的时候，你基本上也就失去了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因为大家都一样啊。我们是不是也经历过大锅饭的年代，对不对？大家都一样的时候，谁还有动力向前走呢？谁还有动力向前走？大家财富都一样，对吗？那我也不想创造财富了，对，我也不想创造财富了。那这个，因为我再怎么样，我再怎么折腾，大家都是一样的啊，大家都是一样的。你看，为什么那个更早的原始社会，就是还处在采集狩猎时代的原始社会，为什么那个发展的就非常慢？过了10万年，都还是那样的水平啊！就是这个，就是采集狩猎哈，它这个社会经历了10万年，就是因为什么？那个时候采集狩猎就采野果子啊，然后打个野兽啊回来吃。要知道那个年代没有冰箱啊，
你这食物拿回来存不住，你只能什么？不管谁打回来，大家分一吃，一吃拉倒，没有任何的财产这个概念。没有财产的概念的时候，就没有贫富的概念，没有贫富概念，大家就没有动力去探索，去争取，去往前走，去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那什么时候这个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呢？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巨大的事情，就是农业革命。当人类学会了种田这件事情，不管是小麦还是小米还是水稻，那个谷粒、麦粒、小米粒，它收下来以后，它是可以存储的，没有冰箱也可以存放。那我家存的多，你家存的少，我就比你富，那贫富差距就出现了。当贫富差距出现以后，富的人就有可能去雇那些穷的人来干活，慢慢的社会等级也就出现了。而这样的话，不是所有的人都去找食物，可能这里面就会有人什么，就会有人腾出来去仰望星空，观测天象。有人就会专门做那些陶器，越做越好，甚至在陶器罐上画画，发展出了美术。有人就怎么样呢？有的人就偶然之间，他就会琢磨那个就是那个水里面的那个白鹭啊，就那个鸟，那个白鹭的腿，他偶然之间就会在那个腿骨上钻个眼儿，然后他就能吹出不同的声音，于是发展出了音乐。所以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平均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好事儿啊，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好事儿哈。那这就是什么？文明出现的第4个标准，就是社会等级的分化。这个社会不再是什么所有人都一样了，而是可能有平民、有贵族、有国王啊，可能还有祭司什么的，可能是这样。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是有用的。当然你说它公平不公平，它肯定不公平嘛。对于某个个体来讲，它肯定是不公平的，但与整个文明的发展，它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那这个我们刚才通过修建一个金字塔推理得出来的这4个必备条件，那其实就是后来咱们中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提出的新的文明认定的4个标准，就是大规模人口聚集的城市，还有宏伟的建筑，这是第2个。第3个是精细的社会化分工，然后第4个是这个社会阶层分化，这是4个啊，这是4个。那接下来第2个问题，我们有新的标准了。那第2个问题是什么呢？第2个问题是，那咱们中国最早符合这4个标准的遗址在哪里呢？最早符合这4个遗址的标准在哪里呢？就在眼前，就是什么？良渚。所以为什么良渚这么重要？如果大家去过良渚博物院啊，我现在在的是遗址哈。如果去过良渚博物院，良渚博物院进大门的那道就有一个什么？就有一个大大的标语，上面写着叫“良渚是实证中华文明，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实证”。我们看博物馆也好，去看遗迹也好，我们要抓到那个什么？要抓到这个博物馆或者这个遗迹的中心思想，而这个就是中心思想。为什么国家要拨这么多资源来建设这个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要建设良渚博物院，甚至这个总书记要提，刚才那句话是总书记提的哈，他为什么？就是因为良渚它重要就重要在它实证了我们中华文明5000年，5000多年哈，5000多年，这是它良渚存在的意义。所以说，咱们今天中午来到良渚遗址，我们就要看看我们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我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也来当一回考古学家，我们来看看在良渚遗址中间，我们能不能靠自己，我们也能找到这4个标准。如果能找到，我们心里是不是贼踏实呀？我们以后可以挺直腰板说，我们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我们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啊。好，那这个现在我就到了这个第1个点，就是西城墙的遗址。然后我们看一下哈，这个
这个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城墙，对不对啊？是因为这个城墙早就已经没有了。那现在看到的是城墙的地基啊，你看都是垒的石头啊，都是城墙的地基。从这儿开始，你看这一段啊，一直到那头啊。那好，现在一个有意思的题目，请大家猜一下哈。我现在我站的地方，是良渚城的曾经的良渚古城的城里还是城外？啊，是良渚古城的城里还是城外？北交麦克同学，你可以继续往下听，后面会有这个问题啊，会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哈。作为历史老师，为了推翻西方的学术观点而推翻它，这个西方的，我们近现代的很多的这种文明成果都是西方人创造的，这个咱一点都不否认啊，一点都不否认哈。好，来，大家猜猜看，夏日蝉鸣猜我是站在城里，哎，大家看一下啊，那这一溜过来啊。大家猜一下，我是站在城里还是城外？也就是说，我这边是城里啊，这是我的脚啊，是我站在城里，还是那边是城外啊？还是那边是城外？到底哪边？我站在城里还是城外？是那边是城里呢，还是我这边是城里？大家看一下啊，这是城墙的遗址哈，这是城墙的地基。这是城墙的地基，还有朋友猜的吗？还有同学猜的吗？啊，还有同学猜的吗？啊，猜对了没有奖励哈，啊，猜错了咱也不批评。你看我这个老师多好，好啊。大家觉得我站的是城里还是城外？城外，你看有不同意见了哈。啊，站在城里啊，朝歌同学是站在城里，听朝歌同学的名字就知道是喜欢历史的啊。啊，好，来。下面我来揭晓答案哈，我既没站在城里，也没站在城外，我站在城墙之上。大家感受到吗？啊，大家感受到吗？啊，好，这个服务员朋友啊，这个你可以继续往下听哈。我们是站在城里呢，还是就是为什么我说我站在城墙之上？因为哈，我第一次来看的时候，我也以为这段城墙的遗址，它就是什么，就是从那边城墙一直修过来，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哈，但实际上怎么说呢？这个城墙，我们现到的看到这个城墙，不是一段就是这个长的城墙，而是一段城墙的横截面，就是从那儿啊到这儿是城墙的宽度啊，是城墙的宽度哈啊，城墙的宽度。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震撼？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震撼？啊，从这儿到这儿不是长着的一段城墙，而是城墙的宽度啊。而是城墙的宽度，也就是说，眼前看到的这一溜啊，是城墙的横截面。我就站在城墙上。如果说把这个怎么知道是宽度呢？这个考古学家都已经把整个这个城墙挖出来了，把整个城墙的地基都挖出来哈，就是这个城墙哈，从这边一直延伸过去，然后呢，绕着良渚城一圈，再从这边回来。整个的良渚古城的城墙的地基已经全部被探测出来了，啊！所以说这里啊，你看这个城墙有多厚，从那里一直到这儿，这城墙你看有多厚，这个得有几十米这么宽啊，这么厚的一个城墙啊，是不是这个城墙的规模很雄伟啊？啊，很雄伟。那这个城墙有多高呢？这个城墙大概是有这个5到10米高，就当时啊，就差不多得到这个房顶吧，
就现在这个棚子的这个房顶上，快到这儿这么高，然后呢，这个这么厚，几十米厚，50米差不多，50米这么厚的城墙。哇，而且它有多长呢？我们说了高，我们说了这个城墙有多宽，它有多长呢？今天考古学家已经把整个良渚古城的城墙这个基址全部都探测完了，探测出来了，是多长呢？是6000米长，6公里，6公里长啊，6公里长，6公里长，50米宽，5到10米高。我们想想看，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工程啊？是不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对吗？非常宏伟。那这个工程量有多大呢？我让这个 AI 给我计算了一下哈，然后每次我带着小朋友们来的时候，然后这个还有带着他们家长来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出这个数学题，就是让他们这个去这个猜哈，今天就不让大家计算了，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出个这个计算题哈，就是什么呢？我每次带的时候差不多哈，经常是20个人，我就说，如果说以咱们就是比如说你以一个工程队，就是20个人，就今天我们20个人来，20个人来修建这道城墙，20个人来修建这道城墙，大家猜一下需要修建多久？大家猜一下需要修建多久？如果让20个人来修建这个城墙，6000米长，50米宽，5到10米高，当然它是土的哈，这个大家猜一下需要多少年能修成？如果是20个人修，不考虑放假，不考虑天气什么这个恶劣天气不能修，就是我们理想状态下每天都出工，20个人要修多久呢？这个数字算出来哈，让人特别的震撼，要修整整5000年，要修整整5000年。也就是说，良渚是什么呢？良渚是5000年前的历史遗迹。那如果说是20个人修，从良渚时代开始修到什么时候能把这道城墙修好呢？修到现在，就是修到今天才能把这个良渚城修好。而这5000年沧海桑田呐，已经发生了多少事情，对不对？已经发生了像良渚的兴起和衰落，后来夏商周大禹治水，当然大禹治水是传说哈，没有确切的这个历史记载啊。经历了秦始皇统一6国，经历了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经历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经历了成吉思汗，经历了什么朱元璋，经历了这个明清等等，经历了这么多历史以后才能修成。我们是不是瞬间感觉到这道城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这里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哈？良渚人是不可能等5000年的，因为这道城墙修起来它肯定是有用的，对不对？它不可能让这个工程旷日持久。那根据考古学家的这个发现和推理哈，这道城墙长6000米，宽50米，高5到10米的城墙是在多长时间内修起来的呢？大概是在20年的时间修起来的，10到20年之间修起来的。那如果说我们考虑这个，比如说这个天气的情况啊，然后等等啊，它需要有这个务工啊这些东西，那这个把这些全部考虑到，可能理想情况下就是10年修起来的，20个人要修5000年，那要10年修起来需要多少人呢？1万人，1万人。那这里通过这个城墙，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合理的推测出当年良渚的人口规模？修城墙的工程队就有1万人，那你想想良渚城有多少人？良渚人不可能100%都来当工程队修城墙，对不对？
它肯定还要种田的人，它肯定还要有保障后勤做饭的人，它肯定还要有什么？它肯定还要有这个就是这个制造工具啊等等这些人，还要有什么？还要有这个包工头了，就是社会阶层分化嘛，等等上面这些人啊，上面这些人。所以啊，良渚通过眼前这道城墙，我们就能够什么推测出良渚的人口绝对超过1万人。实际上可能能达到多少人呢？良渚古城啊，可能能达到3万人，可能能达到3万人哈。好，那哎呀，看来我讲的还不够精彩哈。然后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还在这个争论哈。我们把注意力尽量的放到这个咱们这个良渚上哈。那这个我们到这儿，我们得到了什么？各位考古学家，咱们得到了什么？是不是文明认定的那4个标准？第一个叫什么？大规模人口聚集的城市，我们是不是通过眼前这道城墙遗址的横截面，我们已经能够得到了？它已经是成立的。没有超过1万人，你是不可能在10-20年内修起如此规模的城墙的。所以说，工程队就是1万人，那总人口一定比什么？一定比这个工程队的人口人数要多啊。我在这里我们没有探讨，就是我们的这个文明发展程度有多高有多低，我们只是说它有没有达到文明的门槛，对不对？有没有达到文明的门槛哈？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想想6000米长、50米宽、5到10米高的这样一道城墙围起来的这个城，它是不是一个在那个年代宏伟的建筑？其实你把它放到今天也都是宏伟的建筑，对吧？所以说文明认定标准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我们通过这道城墙是已经得到了的。哎，任务完成一半了是吧？我们要推出4个，我们要找到4个，现在已经找到2个了。那社会分工和社会阶层分化在城墙上能找到吗？我们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有限的推理，就是你看他能修建起这个城墙，1万人在一起工作，我们想来应该是有分工的。有人在山里面采这些石头，有人铺石头，有人挖土，有人垒土，有人做饭，有人种田，应该是有的，对吧？然后呢，社会阶层分化，应该这里面也有管理人员，就是比这些干活的人社会等级要高的，要去指挥他们，协调他们去干活。我们觉得通过这个城墙也能推理出来，但是这2个我们毕竟在这儿没有找到什么，没有找到铁证。我们本着严谨的态度哈，严谨的学术态度，我们先把这2个先放一下，我们到下一个点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铁证，明确的直接的证据来证明什么？来证明良渚当时已经有了精细的社会化分工和明确的社会阶层分化。我们把这个任务留到下一个点哈。好，现在我们绕着这个城墙的遗址，我们继续走一下哈。好，来我们看到哈，你看这个我们都知道了，现在知道了这个是城墙的宽度了哈，这个是城墙的宽度。那大家猜一下，那边是城里呢，还是这边是城里？这个老问题又来了啊！现在肯定是有一边是城里，有一边是城外哈。那边是城里呢，还是这边是城里啊？哪边是城里？给大家看一下哈，来，你看外面是一片湿地啊，你看现在这个湿地上都有这个植物哈啊，冬天的时候这个水就更漂亮哈。那我走的是城里，是的，然后我们现在看的是城外，而且可能5000年前良渚城外也是这样的景色。
良渚城外也是这样的景色，就是良渚城的城墙外面就是什么？就是水。其实良渚城里面也是水。这里就跟大家说，良渚城跟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我们中国的任何城市都完全不一样。我们去过北京，我们去过上海，我们到过杭州、成都、重庆，我们或者说任何一个城市，哪怕是3线城市、4线城市，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市都是什么？陆地城市，对吧？我们进这个城市里面，我们是坐汽车进去，坐火车进去，然后呢，都是这样进去的。但是良渚古城是个水城。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一开始始终无法理解水城的概念。后来我这个在良渚古城这个学了不少东西以后，我才了解什么叫水城哈。一会儿那儿有展板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水城。我猜咱们直播间里特别是北方的朋友，可能你还转不过弯来，你不知道水城是个什么概念啊，不知道水城是个什么概念哈。这个当我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水城的时候，我是非常的震惊的啊，我是非常震惊，这个完全打破了我对一个城的认知啊，完全打破了这个对这个城的认知啊。好，那我们到这个展板上面有一些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好，我们看哈，我们看哈，这个良渚古城是什么样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近乎于圆形的样子。哎呀，我这个已经露出来了哈，这个什么数学题没有给大家做哈，就是每次我带孩子们来，我都要把那个数学题给他们做一下，考他们一下。就是整个这个城墙是6000米，那它的面积是多大呢？哎，你也知道周长，圆的周长，然后你算面积是可以算得出来了嘛，对吧？然后我一般让他们算的时候，让他们把这个派取3，而不是3.14，3.14太难算了。然后呢，派取3，你大概就可以算出来，良渚古城的面积是3平方公里，就是3平方千米哈。3平方千米是个什么概念？是今天全世界最大的宫殿遗址，就是故宫紫禁城的4倍大。咱们大家有没有去过故宫？那个故宫，你从南头到北头，你逛一下，你的脚就酸了。而良渚古城是紫禁城的4倍那么大，你就知道它有多大了。这个良渚古城，你就知道它有多大，它比紫禁城还要大4倍。然后呢，这个良渚古城，如果大家以后来良渚古城哈，我建议你进来说先不要坐那个电瓶车。如果你坐电瓶车，你是感受不到这个城有多大的，因为那个电瓶车拉着你就呼一会儿就转完了，然后最多是到某个点拍个照什么的。你最好，尤其是带孩子，我们人怎么能感受到一个地方大还是小呢？我们是用什么感觉啊？我们是用脚来感觉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带孩子，天气好的时候，不要那么热的时候，然后呢带孩子真的走一次良渚古城。哎，就不用走什么呢？就不用走这个绕着一周走，那太远了。我们就走什么？就走个半径，就从比如说某一个门啊，就从刚才这里哈啊，就这个，比如说从南门，你走这个半径，走到这儿啊，走到这儿，然后光这个半径走下来，脚就挺累的了。那个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什么？良渚古城有多大了啊？良渚古城有多大了？啊，福原同学啊，我说的是现今还存在的宫殿，最大的是紫禁城啊，对吧？我没说就是这种遗址，我没说是遗址哈。好，那这里是什么呢？这里是这个，就是你看这个修筑城墙的这个工序哈。你看，第一个，他们从河里面去采这些石头。然后呢，第2步用竹筏把石头运到目的地啊，然后呢，第3步通过这个就是这个什么，把这个石头啊，这个运到这个城墙的这个底座
啊，运到这个城墙的底座，然后作为地基，完了以后呢，再挑土，然后垒在上面啊，然后挑土垒在上面啊。那你看土方量，良渚城墙堆筑黄土总量是110万立方米，可以填满440个标准游泳池。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是良渚古城的一张图。当然到后面我们到今天的第3个点的时候，还有一个立体的图，那会儿再可以更详细跟大家讲什么叫水城哈。良渚古城，你看这是它的城墙，这是它的这个城墙哈。然后呢，良渚城的里面和外面全部都是什么湿地？大家有没有去过西溪湿地？就是那样的感觉，或者去过其他地方的湿地，就是到处都是什么河流，到处都是河流。然后呢，良渚古城它一共有这么多门，你看有西城墙水城门、北城墙水城门，什么北城墙东水城门。什么叫水城门？也就是说良渚古城当年的城门出来，它不是一条路，它是什么？它是一条河流连通着外部。所以说你进城，比如说今天我们假如说穿越回5000年前，我们要进良渚古城旅游一把，我们进城是怎么进呢？是坐着一条船，当然当时就是独木舟哈，或者竹筏，我们坐着竹筏和独木舟，然后坐着船进到良渚城。进到良渚古城以后哈，进去还是什么？到处都是水，在水的中间有一些高的地方出来，那这些高的地方修建了建筑。你比如说这块地方是什么呢？这块地方是良渚古城的粮仓，这块地方是良渚古城的粮仓。良渚古城的粮仓里面有多少粮食，可以存多少粮食哈？考古学家的发现是这样的，就是考古学家在这个粮仓里面发现了多少粮食呢？这些粮食是良渚人后来走了以后还没有搬走剩下的，是39万斤稻谷。那些稻谷依然留存到现在，只不过都已经碳化了，它埋在土里面都碳化了。39万斤碳化稻谷，你就知道这只是良渚城里存粮的一部分，没有带走的。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感受到良渚城的规模，还有里面人口的规模啊。然后中间更高的一块地方是宫殿区，我们一会儿要到这儿啊，要到这个地方来啊，要到这儿去哈。然后呢，其他的低的地方，你像这样的颜色，这都是什么？都是水。所以说，良渚古城里面，不管是主干道还是分支干道，全部都是河流，都是水流。良渚古城只有一个路城门啊，只有一个路城门。这里没有画，是在南边，只有一个路城门，就是可以陆路通向外面的，其他的全部都是水城门啊。作为北方人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但是南方人呢，尤其是江浙呀这边的，就是这个江南水乡的人，还是我觉得应该能好理解一些。因为你看咱们以前在这个什么咱们以前这个学校里面学过那个课文，鲁迅先生写的那个社戏，大家还有印象吗？就说鲁迅先生小的时候，他是绍兴人嘛，离这儿也不远。然后呢，他说他这个小时候去看社戏，如果咱们北方或者很多其他地方，咱们说去什么去那个乡里面看戏啊，或者怎么看戏，那肯定是腿着去，走路去。但是鲁迅先生不是，是吧？他是坐着一条乌篷船，那条船在河上直接就带着他到了戏台下面，他在戏台下面看戏都是坐在船上看的。然后呢，看完戏再回去啊，看完戏再回去啊。好，那这个我们通过这个就能感受到，当时所有人要进良渚古城都是什么？进良渚城都是要坐船进去，外面全部都是像刚才我们看过那边的，都是到处都是什么水啊，到处都是水流。然后城内的所有的干道也都是水。当时的人没有私家车，当时的私家车是什么？叫私家船。就是你要出门，你要去干个啥，你出门以后就从你家的，咱们今天是什么？咱们今天在家里面有这个什么停车位是吧？你从停车位开上你家的车，然后就开出去了。那个时候是什么？那个时候是家里面有什么？有私家的小码头，小码头上拴着你家的私家船，然后呢，你坐上船，然后就出去了
啊，坐上船就出去了啊。好，北郊麦克同学别急嘛，我们还没有讲到梁主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呢，后面是会讲的啊，别急啊，咱们现在是在先通过良渚古城，我们来找那几个文明认定的标准哈。那这个苏州还保留了世上唯一一个水陆古城门盘门，我还没去看过啊，这个谢谢诗言同学啊。那这个我们说这个良渚城是水城是吧？今天世界上其实也还有水城，当然最著名的那个水城不在咱们中国了，在哪儿啊？在意大利的威尼斯是吗？但是呢，有人说就说良渚古城是中国的威尼斯，但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这么讲是不合理的，应该是威尼斯是意大利的良渚，而不是良渚是这个中国的威尼斯，因为威尼斯城是1000年前建的，是当时的这个他们为了这个躲避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封建领主和这个就是基督教会的迫害，然后那些商人他们到了一处这个没人要的一个海边的一个湿地，然后威尼斯城建设也很艰难的啊。建设也很艰难。我们在开发世界历史课的时候，其实威尼斯那个水城给我们的震撼也非常大。我们了解了以后，他们是那个因为那个湿地下面地基都是软的嘛，你不可能建房子，他们是砍伐了大量的那种木头，然后呢，把那个一根一根的木柱竖着，全部打进那个海边的那个湿泥地里面，这样的话就结实了。整个威尼斯城下面全部都是那种竖着的木桩撑起来的，竖着木头打下去，就把那个下面的那空间全部都互相挤在一起，就挤结实了。上面再铺上10条石板，然后再在上面再盖房子，也是很震撼的。但是从时间角度啊，进威尼斯城也是坐那个小船是吧？冈多拉是吧？啊，那所以说这个威尼斯城也是了不起的水城，但是从时间上来讲，只能说威尼斯是意大利的良渚，而不能说良渚是中国的威尼斯。那这么厚的这个，我们了解了良渚城是水城，我们也知道了城墙的这个规模有多大。那这个大家猜一下哈，就是良渚古城这个城墙是干嘛用的？为什么要修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这么高的城墙呢？是干嘛用的？就是良渚这个城墙，它是做什么用的？首先，我们现在脑子里想到良渚古城的城墙，我们脑子里是一个什么印象？大家应该，我猜啊，大家脑子里面的印象大概是像北京的那个长城那样，或者说像紫禁城的那个宫城的城墙，或者像西安的城墙，大概是那样的，是吧？就是方方正正，然后青砖叠起来向上垒的，但不是哈。良渚古城的城墙它是土修起来的，它是这样的。我们看，你看它是泥土修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的，这个高度有5到10米高哈，从水边过来5到10米高。它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先进的工艺，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什么就是砖墙，那都是后来了。良渚古城毕竟是5000年前的，还没有砖呐，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说你看这里就看到这是良渚古城的这种城墙的样子。躲避洪水，是的，防水，它最主要的功能是防水。其实你可以把良渚古城的城墙看成是什么？看成是一道高高的水坝，那水坝它就是那么高，而且你想想，用泥土修起来，咱小时候玩过泥巴没有？玩过沙子没有？你想用沙子修建一个高高的一个建筑或者一个什么？它往上垒，它就往下陷了，它就往下塌了，对不对？你只能把它修得这么宽，对，也是道路，它在水上提供了道路，而且还有什么功能呢？你看，在城墙上还可以盖房子，所以说当这个里面良渚城里面人口很多很多的时候，房子没地儿盖的时候，有些房子就盖在了什么城墙上。它还是宅基地呢，总之就是什么，要抬高水面。你只要想这是一个水城，你就能理解这一切了。
然后刚才我们说这个，这不是大禹治水，这是良渚哈，比大禹治水还早了2000年哈，比大禹治水还早2000年，还早1000年哈，比大禹治水还早1000年。然后我们看到哈，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像你家里面有个私家码头，就是这样的，旁边就停着这样的船。当然，一般这个大概像类比成今天家里面的小轿车的，就是那种是独木舟。然后呢，这种这个竹筏一般都是运货物用的，那就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卡车或者皮卡之类的。哎，所以说你看，当时在这个住在这个房子里面，门口可能有一个小的私家码头，你要出门就坐着什么独木舟啊或者竹筏就出去了。这就是良渚人当年的生活。良渚是个5000年前的水城啊，5000年的水城。那个时候5000年前的水比今天的水还要多得多。那今天我们说江南依然形容是江南水乡，那个年代就更是水乡，水乡的 plus 版了啊，就更是水乡的 plus 版了哈。好，那这是良渚古城啊，良渚古城。哎，这里有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你看这个良渚古城这个城墙，它是泥土修起来的。我们说泥土修起来，它又是防水的，难道它不怕水吗？不怕水把它泡烂，不怕水把它冲掉吗？咱们都知道修泥巴这个玩泥巴的时候，那一遇到水就冲没了，难道它不怕吗？跟大家说，良渚人发明了一个什么呢？水利建设的黑科技材料。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在路上会有一个展牌看到，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来跟大家说。现在先埋一个点，就是良渚人发明了一种水利建筑材料的黑科技哈，水利建筑材料的黑科技。好，那我们就告别这里了，告别这个西城墙遗址。你看，简单的一段城墙，我们从中挖出来了多少信息，对吗？那接下来我们去下一个点，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在这个点，我们已经找到了文明认定4个文明认定标准中的2个，对吧？宏伟的建筑以及大规模的人口聚集。下面的点，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精细化的分工和社会阶层分化它的直接证据。我们下面去看一看哈。大峪从，张威同学很有这个感觉哈。是的，下一个点我们就要看到那个大峪从了哈。下一个点是什么呢？是反山王陵。你看我为什么从西门走进来？因为反山王陵过了这个河，那儿就是反山王陵，离得很近哈，离得很近。在路上这个几分钟时间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目光暂时的就是把这个注意力暂时调一下哈。那良渚古城它为什么叫良渚？为什么叫良渚？良渚是啥意思？良渚渚是啥意思啊？良大家知道是好的意思，美好的意思。渚是什么意思呢？渚，那眼前这个就是渚，就是湿地，就是渚啊，湿地就是渚。渚是3点水一个记者的者那个渚哈，湿地就是渚，所以良渚就是什么？叫做美好的湿地。那你说这个5000年前的良渚人还挺浪漫嘞，还给自己起名叫良渚美好的湿地。不能这么理解哈，因为什么？5000年前我们说良渚没有发现文字，所以说5000年前的良渚人把这儿叫啥，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哈。那为什么我们把它叫良渚遗址呢？这是因为根据咱们这个就是考古学的一个命名的原则，就是在哪儿发现的这个考古遗址，就以当时的地名来定。这个叫什么遗址？那这里就是什么呢？就是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以前叫乡，现在叫街道了吧？就是良渚这个地方发现的，所以说把它命名为良渚遗址。它跟古人就是这个5000年前的人，他叫这儿叫什么完全不搭嘎哈，这是现代的名字啊，这是现代的名字啊。然后你包括像仰韶文化，它为什么叫仰韶？就是因为它当时是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乡。
所以说它叫仰韶遗址。你包括像这个这个什么，就是那个洛阳很出名的那个二里头遗址，就是说有可能是夏朝的都城。它为什么叫二里头？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后来的地名叫二里头。这是咱们考古学上的一个命名原则哈，不是说它以前叫这个名字，因为这些地方刚才指的这些地方都是什么？都是叫史前遗址。啥叫史前？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历史记载，还没有文字的啊，史前遗址。所以说史前遗址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个以前人管这儿叫什么的啊。那这个都是什么？都是后来命的名啊，都是后来命的名哈。那良渚其实发现的时间是比较晚的，然后像良渚城墙是80几年的时候才开始发现哈，这是非常新的一个，就发现的时间来讲非常新。那当时良渚这个遗址发现呢，他是一位叫施新庚的年轻人，他就是在这儿，他就是本地人。然后呢，当时他是在这个杭州的西湖博物馆，那是1930几年，1937年吧，1937年大概是。然后呢，当时他在杭州的西湖博物馆兼职。这个西湖博物馆就是今天的浙江省博物馆哈，然后今天还有西湖博物馆，但不是一回事了。你就可以认为他当时是在浙江省博物馆做兼职。有一次呢，他跟着老师去一处这个考古的地方去发现，然后考古那老师呢，发现了几枚这个几个那种黑色的陶片，就跟宝贝一样。他觉得这玩意儿看着这么眼熟呢。他说我们家乡这玩意儿挺多呀，我小时候就一直经常捡到这个，拿这个玩。然后他就请假回到他的家乡，就是良渚这儿。然后呢，就开始找，从那些什么老乡家里啊，从地里面啊去找的越来越多。然后最后他就写成了一本这个考古的小册子。他并不是专业做考古的，就写了一个小册子，就是什么，就是良渚的这个考古发现啊，这是良渚第一次被发现。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这个施新庚他这个我们知道他是1937年，是不是马上就是什么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所以说当时日本人打进来以后，很快就打到这个杭州了嘛。然后呢，他的考古工作被迫中断，连他写的那个册子想要印刷都没办法印刷。当时上海啊、杭州啊都已经沦陷了。然后他就什么呢？他就跑啊，他就就是那个相当于是随着博物馆，然后就往南迁，到了这个什么金华呀、丽水呀、温州啊等等这些地方辗转。然后在辗转的过程中间，他这个生病，然后最后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才30岁，还是29岁，非常的可惜哈。这就是发现良渚遗址的施新庚先生啊，他死的时候非常年轻，但是他有孩子。而且呢，一个非常遗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施新庚去世以后，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就被当时他肯定有同事啊，就这个安葬了。安葬以后又过了好些年，当他的后代，他的儿子再去找的时候，已经找不到施新庚的墓了。已经找不到他的墓了，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找到。直到今天，他的孙子都还在努力的想去找到施新庚埋在哪儿，但是到现在依然没有结果。所以说，一个从地下发掘出5000年前秘密的人，而他自己埋在哪里，至今却成为一个谜这也是一个很动人的一个故事。好，我们马上要到了哈，这个就是这是我们要到的第2点，反山王陵。反山是地名哈，也是现在的地名。王陵呢，就是这是一个陵墓，这是当时的这个良渚贵族良渚王的陵墓良渚王的陵墓哈。在这个良渚王的在这个陵墓里面，这里面大概有10几个那个墓坑。那这些墓坑不得了，为什么呢？咱们中国的这个考古的文物一共有几种呢？一共有几类呢？就是我们说有一类叫国宝，国宝就国家1级文物。国宝里面这个含有就是国宝中的国宝是什么呢？叫
禁止出境展出文物，就是咱们国家一共也就100多件吧，我记得啊，是叫做就是禁止出境展出，就这些文物绝对不允许出国展览的，因为出了任何一点点差池，出了任何一点点问题，那都没有人能够担待起这个责任。这叫禁止出境展出文物。比如说咱们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看那些什么后木屋顶啊，什么等等，这些都是国家禁止出境展出文物。195件。杭州一共有几件呢？杭州的这种国宝中的国宝一共有3件，其中呢有2件都是从这儿来的，有2件都是从这儿挖出来的啊。那不在这儿的那件是那个在杭州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叫战国水晶杯，然后呢，另外2件都是从这儿挖出来的。我们去看看那2件是什么啊？我们去看看那2件是什么啊？我要提前说一下哈，这个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呢，只有在这个陵墓它是不让直播的，它有这种管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其他地方都自由，就这儿不让。所以说一会儿呢，这个如果说我中间保持一点沉默，大家就可以在镜头中间自己看，看完以后我会跟大家出来再跟大家说。当然，如果我能说话，我就跟大家说话哈。啊，这个，谢谢小鹿纯子送粉丝牌，谢谢。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它当然这个陵墓没有那么可怕了。大家不用害怕，5000年前的陵墓已经，这个不可怕了。好，你看这样是一些墓坑，然后你看这个墓坑里面有这些陪葬品哈。然后呢，这个墓坑是那个就是它不是真的，真的在哪？真的也在这儿，然后它在下面一层，然后上面这个是复原的，就是下面那个考古研究以后都把它这个埋在下面了，保存起来了。上面这些是供大家看的这个复原的样子，它不是真的，但是真的也就在这儿，就在下面一层啊，就在下面一层。好，我们看看啊，你像这个墓坑里面的陪葬品就比较多了，然后这种圆的，那种圆的，就是外面是圆的，中间也是一个圆孔的，这个大家肯定知道是啥，就是咱们从小这个历史故事里面讲完璧归赵是吧？和氏璧就是玉璧，然后呢，这种就是有点像长方形，上面有一个圆孔的，像个斧子一样的，这个东西叫玉钺。这些别看黑黢黢的啊，它们都是玉器哈。然后是玉钺，钺是什么呢？钺就是斧子的意思，就是玉斧啊。然后呢，上面那个这个外面是方的，中间是个圆孔的，这样的东西就叫玉琮啊，就叫玉琮。这个还有一些什么呢？你像这些什么玉簪呐、等等这些玉器，最主要的玉器就是3种，就是玉璧、玉钺和玉琮。然后我们看每个这个墓坑里面差不多都有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看这个墓坑里面有玉璧，然后呢，但是它没有玉钺啊，没有玉钺啊，包括这边这个也是。你看这个里面玉璧是非常多的，也有玉琮，但是没有玉钺。大家能猜出为什么吗？为什么有的墓坑里面有玉钺，有的墓坑里面没有玉钺？玉钺代表了什么？玉钺代表了武，对，代表了军权。所以说呢，根据推测，就是那个可能没有玉钺的这个墓坑里面啊，是埋的是这个女性的这个王室的成员。好，我们到了最重要的这个墓坑啊，最重要的这个墓坑，我们看哈，这一块最大的这个玉琮，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永久禁止出境展出文物之一，叫玉琮王。它现在在哪里呢？它现在在浙江省博物馆。然后这个就是玉琮王，然后上面一点这个很大的这个玉钺叫玉钺王，然后呢它也在那儿。这两个都是什么？都是这个禁止出境展出文物，国宝中的国宝啊，国宝中的国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样子，就是玉琮它是外方内圆的，玉钺是像一把斧子的啊，是像一把斧子的哈。那我们来这个，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这个哈，因为在这儿直播不太方便。那当然大家看过了，大家就知道这个样子了哈。那首先哈，我们说这个玉琮和玉钺，为什么这个要弄成这个样子啊？为什么要弄成这个样子哈？这个玉琮和玉钺分别代表了什么？这个呢，就跟咱们马上要什么，要寻找的那个第3个标准、第4个标准，尤其是第4个标准是直接相关的。首先哈，我们看到刚才这些墓里面都有大量的玉器的陪葬啊，都有大量玉器的陪葬。但是咱们想过没有，是不是每个良渚人的墓里面都能有玉器陪葬？显然不能，对不对？你普通老百姓你怎么可能陪葬得起这么多玉器？玉器直到今天都还挺昂贵的，更别说在5000年前了啊。所以说啊，其实在良渚也发现了这个普通贵族的墓葬和平民的墓葬。平民的墓葬里啥都没有，顶多就有2陶罐。然后呢，贵族的墓葬里面可能有1件或者2件玉器，而刚才这个反山王陵里面所有的这些墓室里面都有几十件的这种玉器。通过这一点就能直接的证明当时的人身份是不是都一样的？不是都一样的，对不对？一定是出现了社会阶层分化。那你说良渚就是刚才这个墓地啊，现在推测很可能就是良渚王的墓地，就是历代良渚王或者王后他们的墓地。那你说良渚王的墓里面他为什么要陪葬这个玉琮和玉钺呢？那这个就要什么？就要首先从他们的形状开始说起，然后说到他们的功能。咱们这个刚才直播间的朋友，咱们说这个是礼器，对吧？礼器为什么我们如果只了解到礼器，其实我们还是不太了解玉琮和玉钺的作用。那礼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个什么东西哈？首先它肯定不是一个实用件，没有人拿玉钺去砍木头的，那它就是一个起到象征意义的。我们首先说那个玉琮，玉琮是外面是个方的，中间是个圆孔，而且如果你仔细看玉琮的那个圆孔，它不是一个什么呢？不是一个就是上面口径和下面口径它是不一样的，下面要小一点，上面要大一点，是一个微型的这种喇叭口的样子，上大下小的这么一个这个圆孔。那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呢？根据这个考古学家的这个历史学家的推测它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什么？你想象一下，现在你闭着眼睛想象一下就是你是良渚王，你手里捧着刚才那个玉琮王那个玉琮，然后你把它高高的举过头顶，高高的举过头顶，你仰起头往上看，你是不是就能什么？你就能从那个圆孔，你能看到什么？能看到天，通过圆孔能看到天，而且那个圆孔是下小一点，上大一点，有没有一种发射的感觉？有没有一种发射的感觉？下小上大，喇叭嘛，喇叭不就是要把声音放出去吗？有没有一种发射的感觉？发射的是什么呢？发射的是你虔诚的祈祷。祈祷给谁？你这些话给谁听？给上天听，给天神听。那玉琮它很可能就是什么？就是良渚王和上天沟通的这么一件器物。当然我们今天知道它肯定是沟通不了的，但是在过去那个时代，也许他自己就相信。就像我们以前没过多少年前，
咱们还求雨来，是不是？咱们也希望还烧香呢，对吧？咱们现在还烧香呢，咱们也是什么？希望这个比如说这个佛祖菩萨能够收到我们的这个什么祈祷啊，收到我们的祈祷。那玉琮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作用。那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样的一个游戏哈？我小时候反正是玩过，现在想想挺傻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家里面那时候都有手电筒啊，手电筒是家里面很重要的电器，对吧？家用电器。然后呢，晚上的时候拿那个手电筒照向天空，然后就能出现一道光柱，对吗？就能出现一道光，那个光柱也是下面小点，上面开始慢慢变大的，那个光柱直冲天际。当时我就在想啊，我说这个天上的玉皇大帝能不能看到我这个手电筒的光柱啊？如果他能看到，他是不是就知道我在下面？然后呢，那我就想什么呢？我就想让他保佑我这次考试考个100分，或者说这个我妈能够给我1块钱。你看，是不是就跟这个很像啊？就跟那个什么，如果你想象那个玉琮中间那个圆孔能够向上射出一道意志之光啊，那它就跟那个手电筒的作用是很像的。而且当你一个人，如果你是良主王，你自己相信这个，那没啥用。当所有的良主人都相信你能够通过这个玉琮和上天沟通的时候，对，小时候要求不高哈。当所有的良主人，对，我是70年代的啊，这个老登了啊，已经是老登了。那你们到那个文创店休息会儿。那想想看哈，所有的良主人他们都相信你良主王可以通过玉琮和上天沟通，他们是不是就愿意服从你？对吗？你的权利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当所有人都相信你能和上天沟通的时候，你的权利就在了。就比如咱们今天你比如说你开车，你在街上开车，你看到一个你停在那儿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警察冲你走过来，你是不是有点心虚？你稍微有点心慌，你有点害怕，你觉得你是不是你哪犯错误了啊？为什么你怕他？你怕的是不是那个警察那个人？就这个警察叫张三，你是不是怕张三？你不是，你跟他又不认识。你怕的是什么？你怕的是他身上的那身警服，他帽子上的那个警徽，这叫什么？这叫公权力。所以玉琮它就带来了什么？它是一个公权力的象征。公权力的象征，谁手持有玉琮，就代表着谁掌握了和上天沟通的能力。所以别人才服你，才信你，才服从你，才相信你啊！服从你，相信你，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玉琮啊！这就是玉琮。那其实咱们古代像那个殷商的时候，那个甲骨文，其实甲骨文最早发明出来，它不是给人看的，它是给谁看的？它也是给天神看的，跟玉琮的作用差不多。就当时能够掌握甲骨文的，就是能够掌握用甲骨祭祀的人也很少的，只有商王和祭司才可以。所以说呢，他们就是什么垄断了这个，就是他们是什么？当时那个甲骨文，就是甲骨它是怎么用的哈？它是把那个乌龟那个肚子上那块甲，不是背上那个壳，把肚子上那个甲呢，先在太阳下面晒干，然后用火烤。然后用这个火烤，就烤的这个非常干，然后呢，在上面钻一些那个小眼儿，钻一些小眼儿，然后呢，钻一些小眼，但这些小眼不会让这个龟甲破裂哈。然后比如说，现在好长时间不下雨了，老百姓这个庄稼都要旱死了，那就问这个国王或者大祭司，这什么时候下雨呀？国王和大祭司说，那我要跟上天祷告一下，求上天给我们下雨。然后呢，就拿一片这个龟甲来放在火上烧，因为它本来就很干燥，上面又打了那个眼，火一烧它就有可能什么裂。然后呢，就根据这个裂纹来判断老天答不答应下雨。你看这是不是掌握了跟上天、跟祖先神沟通的这个方式啊？我们今天知道它是不科学的，但是那个年代的人是很相信的。这就是占卜啊，这就是占卜哈。然后占卜完了以后，要把这次占卜的内容和结果记录下来，
就是甲骨文。所以说甲骨文发明出来，其实它不是像今天一样说我写给你看，你写给我看，不是的，它是记录天神的这个旨意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玉琮就是这样的啊，玉琮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想想啊，那万一这个族群里面有人就不吃这一套呢？就有人这个不是顺毛驴，就有人这个要扎毛呢？他说我就不相信你这个，怎么办？你作为一个国王，你怎么样统治？你通过这个玉琮这种，就是掌握了和这个上天，就是让大家相信你掌握了这个和上天沟通的能力，这一点你就已经能够让99.9%的人听话了。但是还有0.1%的人不听话，怎么办？这就是另一个东西就要来了，就是御乐。乐就是什么？就是斧头啊，就是斧头。当然有说法说斧头和乐还不一样，其实就是什么？斧头和乐的区别就是斧头更偏向于实用，乐更偏向于这个就是礼器这样的。乐就是金字旁一个那个越来越好的乐中间那一块哈，就是御乐。那御乐就代表了军权，就是武力，就是如果你不听话，我就要收拾你。那左手是什么？玉琮，右手是御乐，是不是就可以统治这个国家了啊？是不是就可以统治这个国家了哈？好，那我走起来哈。主要是怕走到头了讲不完啊，我再控制一下节奏哈。啊，对，御乐就是这样。其实那个什么那个，大家知道那个王，就是姓王的那个王啊，周吴郑王的王，王字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在《说文解字》里说，王是什么？是叫做上面一横叫天，中间一横叫人，下面一横叫地，什么天道、地道、人道。说王者就是贯通了天地人三道的，才叫王。这个说法完全不靠谱啊！你别看它是古人写的，但完全不靠谱啊！王是什么？甲骨文里的王就是一把斧头的样子。就是那个斧头上面是一横，然后它原来那个斧头是带着2个边的，中间是那个杆，然后下面是那个斧刃。王字就是斧头，斧头就是王。谁是王？掌握了斧头，掌握了武力，掌握了军权的人就是王啊，就是王啊。对，王就是乐，是的。啊，王就是乐，王就是斧，所以说大家现在知道了这个玉琮和御乐它是干嘛的了，对吧？它是良主王统治良主人的工具。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工具的话，它一方面通过类似于宗教的方式去精神控制，对不对？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另一方面就是通过这个武力去威慑，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他才能统治得了什么这么多良主人，不然你人盯人那就不行了。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了玉琮和御乐这样的统治工具的出现，他为什么要有统治工具？就是要服务于他的统治啊。谁要统治？如果大家身份都一样，需要统治吗？不需要统治。所以玉琮和御乐就可以直接证明在良渚已经出现了明确的社会阶层分化，再加上我们刚才说已经出土了什么平民的墓、普通贵族的墓和王族的墓，那个陪葬品天差地别，也可以证明这个社会阶层已经开始分化，而且已经分化的很成熟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找到了什么？那个第4个文明认定的标准，就是这个社会阶层分化。那第3个精细化的分工呢？我们说前面说这个城墙的时候，那个城墙，这个我们说可能有这个分工，但是我们说没有找到直接证据，是不是？那是这个玉琮和御乐，它直接证据就来了。刚才那离得远哈，看不见，但是呢，如果你就是你可以在网上搜个图片，搜这个玉琮王，你就会看到那个玉琮有多么的精致。那个玉琮上面哈刻有什么呢？刻有一个，不是一个，刻有8个吧，良渚神徽，就是一团非常复杂的花纹。然后呢，那个花纹，这个你在这个网上搜一下，你就能看到。你搜这个玉琮王、御乐王上面也有那个花纹哈。
那个花纹非常的精致，精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那个纹啊，比头发丝儿还要细。你要知道，这可是刻在玉上的啊，那么复杂的一个图案，它是多大呢？它只有你的大拇指甲盖那么大。你很难想象一个分工粗糙的社会能有人干出这么精致的这个工艺来。它一定是有人或者有一批人，他们啥活其他的啥都不干，他们长年累月的在干嘛？在琢玉，长年累月的在琢玉，才能达到这种工艺水平。所以说，从这点就可以直接证明良渚是有什么精细的社会化分工的啊，是有精细的社会化分工的。大家可以去那个网上去找一个哈，你就搜良渚玉琮王，你就可以看到上面那个花纹是多么的精致哈。然后那么大的花纹就是大拇指甲盖那么大啊，就是大拇指甲盖那么大。好，我们前面要到了一个就是刚才我跟大家留的那个小尾巴，就是良渚人发明了一种就是水利建筑材料的黑科技啊，它是什么？马上前面有一个展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哈。那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想想，就是你想我们前面提到那个问题，就是那个城墙它是土的呀，你土怎么能挡住那个水，甚至是能挡住洪水呢？这是一个很郁闷的问题啊，比春秋可早得远多了啊！春秋时代是公元前多少年哈？公元前500年，然后呢，良渚是公元前3000年，早了2500年呢哈，早了2500年啊。好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就是这个黑科技哈。你想想看，如果让你来修这个良渚城墙，你怎么修？很难啊！怎么能用泥土来挡住大洪水呢？泥土是很不结实的呀，一冲就散了，一泡就软了，那怎么办呢？啊，那怎么办呢？我给孩子们讲了一个故事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象曾经有一个良渚人，这个良渚人呢就被大王派去修这个水坝，但是这个水坝修了垮了修，总是挡不住洪水。良渚王一气之下要把他们所有这些修水坝的人全部砍脑壳。但是砍脑壳之前啊，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说到明天再没有人想出办法来，那就全部砍脑壳了。然后到了晚上，这个人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啊，他茶不思饭不想，因为明天就要掉脑袋了，他也不敢把这个坏消息告诉给家里人，哎，就非常的魂不守舍。这个时候呢，他妈喊他吃饭，这个他很没胃口，但是还是要上桌吃。然后呢，他这个上桌吃饭的时候，他就看着今天晚上吃什么呀？发现他妈妈给他包了粽子，粽子在良渚是绝对有可能出现的，因为包粽子的所有材料在良渚都已经出现了，在良渚博物院里面都能看到所有那些包粽子材料都出现。当然我们没有发现这个良渚人这包的粽子哈。那他看到那个粽子啊，哎，他突然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意思。你看粽子里包的是米，米不就是一盘散沙吗？你把米直接放到锅里面，也是被水冲，然后就冲散，就变成一锅粥了。但是为什么这些米能够凝固在一块儿，看着是一个像砖一样东西很结实呢？因为它外面被那个粽叶裹住了，在外面又被那个草绳给捆住了，所以它冲不垮，冲不烂。啊，这个带给他了一个什么？带给他了一个灵感，就是把那些泥土，如果能用什么，能用一些叶子把它包起来，然后外面再捆好，像粽子一样，不就可以修河堤了吗？不就可以修城墙了吗？他赶紧出去做实验，就把那个泥土啊，首先泥土是找得到的，就泥土就到，然后他能找到什么叶子呢？良渚盛产什么盛产芦苇，而芦苇啊是一个绝佳的
包裹土的这个材料。因为这个芦苇，我们知道它是这个非常有韧性，特别是秋天成熟以后的芦苇，那个纤维非常的结实。它用这个芦苇叶和芦苇杆，反正在一起把这个泥土捆成一个包，捆成一个土粽子，外面再用那个竹条，就是那个竹子外面那个皮儿，把它捆住，像一块砖。终于他找到了什么？他找到泥土来修筑好，哎，把我露出来了，翻过来，刚窗口怎么跳了一下哈？这种材料就叫草果泥。我们看这里是现在草果泥发现的这个过去的草果泥的这个遗迹哈，你看就是什么？就是你看各种叶子啊，这个杆包裹的一个泥土啊。然后你看这里是什么？现代人复刻草果泥，就是你看。先是这个芦苇，然后捆扎在一起，然后呢包上这个泥土，最后把它垒到一起啊。对，主播，哎，你们看到了主播手机发烫了啊，因为太阳有点晒啊。然后你看这个一块一块的把它垒起来，如果外面再插上这种木排的话，那就更怎么样？那就更结实了。这就是草果泥哈，就是草果泥。通过草果泥的方式，良渚人修起了高高的城墙，修起了宏伟的水坝。关于水坝，我们一会儿到下一个点会详细的去讲哈。水坝才是在我看来哈，和水坝相比，前面那个城墙其实都不算什么，水坝才是良渚，才是代表了良渚文明的这种文明成果的巅峰啊，代表了文明成果的巅峰哈。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边走边聊哈。其实啊，我看到这个草果泥的时候，我是有很多想法的。然后跟孩子们在这个带孩子们来的时候，也会跟他们聊这个话题。就是你看良渚人啊，你看良渚人他这个良渚人你想想他当时面临的什么情况？他要防住这个洪水，他必须要修城墙、修水坝。但是它又没有什么，没有像钢筋混凝土啊、水泥啊这样的材料，它能怎么办呢？他手里面只有什么？只有泥土，还有随处可见的芦苇。那就要用这样手头现有的东西，然后来去做成这件事儿。那这个其实就反观我们自己哈，我们有没有些时候，我们想做一件事情，想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会推脱于什么？推脱于没有条件。就是哎呀，我条件不具备，我可能做不了这个事儿。这个比如说我要创业，那人家都有大把的本钱，我没有，我不行。人家这个老爸是谁谁谁，我老爸啥都不是，我不行。还有包括孩子，他想要去这个，比如说做成一个实验啦，或者说做成一个一个作品，那他说我没有这个材料，我没有学过那个方法，我不行。但是真的不行吗？你看良渚人面对洪水，他要修水坝，而他手里只有什么泥土和芦苇，他硬是能够什么把手边的已有的资源去进行最优化的组合，最后想到了这样的办法。所以说，当我们在面临挑战的时候，可能与其去想我条件具不具备，不如多去看看我手边已经有哪些东西，说不定把这些东西去想办法去组合起来，我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也许不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我能解决我的问题啊，我能解决我的问题。对，大禹不行，大禹老爸不行，大禹行，是的啊，所以这就是草果泥带给我的一些思考哈。我会经常跟孩子们去讲，他们举的例子可好了。孩子们有孩子会说，他说
这个他要做一个火车，他做一个汽车模型，但是呢，他老爸给他买的材料买错了，其中有一样没有，那要再等到这个货来到有好几天，然后他就从家里面去找什么，找这个其他的替代的东西，结果真的被他找到了，就是没有缺少那个材料，他也一样把那个小汽车给做出来了啊，小汽车玩具给做出来了。好，我们快到第3个点了哈，我们看到哈，哎呀，第3个点这个花开的很漂亮啊，花开的很漂亮，这个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以前来的时候这儿都没有开过花，黄黄的花，今天第一次见，真的很漂亮。远处的这个高台，这个高台就是刚才我们看那个良渚古城的那个，就是那个图里面它那个最中间的部分，就是良渚王所在的地方。良渚王所在的地方，哎，那你说良渚王的王宫为什么一定要修在高台上呢？这个高台不是自然的啊，这个高台不是自然就有个高台，这个高台是有很多人用夯土把它堆起来的。因为在这个考古学家这个往下探的时候，就探到下面有这个人工修筑的那个地基，就像刚才那个城墙一样，下面有一层那个石头地基，所以这个土台子是人工堆起来的啊，人工堆起来的。那为什么良渚王他一定要把宫殿修在这个高台之上呢？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良渚王为什么一定要把他的宫殿修在高台之上，修在高处？这个高度是整个良渚城最高的地方。为什么要修在这个高处？它不能和别的地方高度一样吗？为什么修在这个高处啊？一个是水啊，就这里是这个水能淹到的最后的地方。还有吗？还有什么答案吗？地位高，哎，让所有你看他在上面，所有的良渚人就不一定能看见良渚王，但是光看良渚王的宫殿就得仰视，经常性的仰视就会给什么？就会给这些百姓带来什么心理上的暗示？他是高高在上的，他是比我们更高的存在。它是比我们更高的存在啊，离天近，我觉得这个猜测也非常棒。就是良渚王是什么？他是全良渚唯一的能和上天沟通的人，大家都信他。那这里离天最近，非常好啊！这个猜测也非常非常好哈。统治力对，而且良渚王站在上面，放眼四方一看。所有的一切都尽收眼底，所有的一切都尽收眼底。所以你看，为什么他就在这个宫殿是要建在这个最上面，是要建在最上面。哎，当然还有防止水患。好，我们继续往前。上面呢有2个这个立体模型，一个是良渚古城的立体模型，大家能够更清楚的看到这个水城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良渚最能代表良渚文明程度的水坝，就是良渚的水利系统。一会儿给大家看的时候，我保证大家会这个挖出来哈。良渚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啊，这个草地也很美好，你看上面有好多的鸟，这就是那种白鹭吧，长腿的白鹭。良渚遗址公园、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开发非常的克制，它里面没有修，几乎没有修什么那种现代化的这种建筑，一切都是尽量保持这个原貌，让你进来以后，你能够最大程度的沉浸在那个5000年前的那种感觉中。它即使有一些那种服务站呐、什么电瓶车的车站，它也是修成以前的那个茅草屋的那种样子。然后你看整整的这一大片，除了这个
绿树原始的这种绿树草坪，再什么都没有了。好，谢谢大家点赞哈，主播需要大家点赞，因为点赞了以后，这个平台规则才能认为有热度。好，谢谢大家点赞，然后这个也欢迎大家这个关注完了以后，我每周都会有2次直播，然后带大家去看这些，以历史老师的视角带大家看这些历史遗迹啊、博物馆呐、这样的。然后大后天周五的中午，我会带大家去徒步去走西湖的苏堤，然后在走苏堤的时候，跟大家聊聊苏东坡的故事。苏东坡他一生有哪些谜？为什么他能把自己的人生活成那样的状态？他一生那么颠沛流离，为什么他到最后依然能保持乐观？咱们今天绝大多数人都不开心，对吧？生活中有太多的压力，太多的不顺遂。那苏东坡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周五的时候跟大家聊哈，欢迎大家预约下一场直播。以及以后的直播，大家都可以预约啊，就在右上角啊。这些黄花开得好漂亮。好，谢谢大家关注，谢谢大家预约下一场直播。好，我们看到这里是这个良渚古城的模型啊，良渚古城的模型。那我们看到哈，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刚才大家通过我的镜头看到这个高地，就是这一块，这就是良渚古城的这个宫殿哈。这个主殿，良渚古城最大的宫殿，它有多高呢？根据这个宫殿当然不存在了哈，5000年前的建筑肯定不存在了，但是它当时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柱子下面的洞，就柱洞还在。根据那个柱洞的粗细来推断，良渚古城当年的这个最高大的宫殿，比今天这个故宫最大的那个正殿太和殿还要高。你就可以想象当时这片宫殿还是很宏伟的哈。当然了，精致程度肯定不能和故宫比，但是你要知道，故宫它是700年前修建的，而良渚古城可是5000年前修建的哈。那我们看到它这个怎么体现它是水城呢？你看，凡是这些凹的地方都是水，然后呢，这些高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些高的地方就是可以盖房子，有人住。我们刚才是从哪儿进来的呢？我们刚才啊，西门口大概是从这儿，我们从这儿进来，然后我们看到的前面那段城墙的横截面就是这儿，就是这一溜横截面，就相当于这样的一道截面。进来以后，我们是不是先看了西城墙的遗址，然后走了几步路就到这个反山王陵，然后我们这样走过来，然后到了整个这个中间的这宫殿区。其实我们只是走了什么？走了良渚古城的一个半径啊，一个半径而已，但是就已经这个感觉到很大的了啊。那当时从这个良渚城外，你看良渚城外有很多的这种河流，然后呢，从这个河流上坐着一条小船进来。然后这是良渚古城的水门，从这个小船从这个水门进来，进城就在这些河道里面，你可以有什么这个作坊啊，有什么谷仓等等，这就是良渚古城。你看整个这就是良渚古城的样子哈，这就是良渚古城的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到这个那边去看看非常震撼的良渚的水利工程啊，良渚的水利工程，这个我觉得是良渚最震撼的地方。
好，我们来看这个，这里是良渚城，然后首先我们看看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哈，它的北面你看是山，我们现在就能看到这个沙盘上的这个模型上的这山，就是眼前的这些山，就是这些山。然后呢，这边它往西边也是山，你看这边过去，那边也是山。然后呢，它的南边这个图里显现不出来了，但是我们看看往南边看，是不是也都是山呢？也都是山。然后东方我们看到有山吗？东边是没有山的，在地图上也是东边是没有山的。它为什么要修建在一个三面环山的一个像山围绕的 C 字形的这么一个地形中呢？它为什么？你比如说，它为什么不修在一个四面环山的一个盆地中间？它为什么不修在四面环山的盆地中间，而是要保持一面开放？大家觉得呢？为什么要留开一个口子？对，北京也是如此，洛阳也是如此，都是三面环山，一面开向大平原。倒还不是出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都在山里面，你哪有粮食吃啊？你总得有地方种田，对不对？总得有地方种田。所以说，良渚古城整个东面都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也叫杭嘉湖平原，就是出去就是杭州、嘉兴，包括湖州的这个东边杭嘉湖大平原。整个这片大平原到现在也是浙江省的粮食主产区。我们现在还开玩笑把嘉兴叫种田家，对不对？你看整个这边都是什么？都是稻田，都是水田，而这里的这上面分布着一个一个良渚的村庄，这些村庄种出来的粮食，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有除了留自己的，他们大量的粮食要送到良渚古城来。那良渚古城为什么干脆不直接放到这个平原，行不行啊？放到平原行不行？为什么还要去弄到这个三面环山的地方呢？为什么还要靠着山呢？为什么还要靠着山？靠山的作用是什么？不安全，倒问题也不大，因为当时这个良渚啊，当时良渚这个它这里就要说到，良渚不只是一个良渚古城，良渚的范围非常大。我们说它是一个叫什么广域王权的国家，良渚的范围哈，它如果把良渚算成一个古国的话，它的范围是多大呢？它北边要到长江，南边到钱塘江，以太湖为中心，这么广大的一片区域，就是江苏的南部、浙江的北部，再加上上海，就今天的江浙沪包邮区，也是我们今天叫什么叫长三角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5000年前，就是良渚的这个大致的范围哈，背靠大山。哎，我们想想山里有什么？我们前面看到修这个城墙啊，修城墙是不是那个地基需要有石头啊，对吗？然后修宫殿需要有大木头，对不对？平原上有石头和木头吗？平原上没有石头和木头，所以说良渚城里面它要有它的建筑材料，要有石头，要有木头，可能平时做饭什么还需要有这个柴火之类的，它要从哪儿取啊？都要从什么山里面取来。所以说它必须得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城，它必须要离山近。当然这个三面环山，一面出口，让人心里面也感觉到比较的安全啊，也比较安全。所以你看它的选址是非常的讲究的啊，非常的讲究。你很难想象5000年前的古人没有飞机，没有测绘技术，他是怎么样选到这个地方的？很难呐，很了不起啊。然后呢，还有什么？你看它在山的下面，我们又说了，这是江南水乡，尤其它北面的这个山，北面这里啊，远处的这个山，这叫大遮山。大遮山，大遮山是天目山脉的一部分哈。这个大遮山是浙北暴雨中心，就这个山上的雨水是非常多的，浙北的暴雨中心。然后呢，一旦山上下大雨、下暴雨，就会什么有山洪沿着山冲下来。那良渚古城怎么办？有没有可能被洪水冲垮？对吧？那他要解决这个什么山洪洪水的问题。那良渚人做了什么呢？这就是良渚人最
厉害的地方。它首先哈，这个暴雨它一般山洪是从这个口子下来的，从这个口子下来，这是这个山中间天然的一个峡谷。从这儿下来以后，首先你得把这个洪峰给削掉，你不能任由这个洪水、这个洪峰冲下来，是吧？梁主人在这儿修建起了什么？修建起了水坝，这叫谷口高坝。这个谷口高坝是干嘛用的呢？就是为了拦截第一道洪水，拦截洪峰，不让它顺利的冲下来。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大禹也知道，这个治水是靠疏不靠堵的，你光堵着它肯定还会冲下来的，怎么办呢？当洪峰那个最猛的势头消掉以后，把这个谷口高坝打开一道口子，让水下来。水下来以后，整个这片范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水库，而这个水库不是天然的水库，是梁主人建的水库，因为梁主人在这儿修建了几道堤坝，把这些都拦起来了。拦起来以后，这些水啊就会存在，多余的水就会存在这个大水库里面。那为什么要把水存在大水库？你说它不能把它导到别的地方呢？那我们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那当这个有洪水的时候，就有枯水期的时候。当出现枯水期，你下面的农田灌溉是不是成问题啊？还有就是你作为水城，如果说你这个城里面或者城外面这些小河都干了，你这个交通运输也就运不起来了。所以必须要保证这些河流里面随时都要有水，解决交通问题，解决农田灌溉的问题。所以一旦当出现旱季的时候，那个洪水季在水库里面攒着的水就发挥用处了，把这些什么平原堤坝，这个低点坝把它打开，让这些水流进这些大大小小的河流中间，然后呢去灌溉农田，去承载整个良渚这个地区的运输啊，承载良渚地区的运输。所以你看梁主人是不是非常厉害？他们在5000年前就修筑了这么宏伟的水利工程。这个水利工程到现在已经发现了30多道梁主人修建的水坝的遗迹，而且更神奇的是，其中有2个水坝直到今天还在用，还在承担着它的水利功能。你就知道那个草果泥的质量有多好，历经5000年还在发挥着作用，太厉害了。那说到这儿哈，当时哈，我们又回到什么呢？我们的这个上下5000年不是一度不被国际学界认可吗？那后来我们提出了新的标准，然后呢，再后来我们就请国际上著名的考古学家，最顶级的考古学家到良渚来考察。当时那个我记不得名字了哈，当时也是一个就是国际就是这个欧洲还是美国特别大腕的这个一个考古学家，一个老头，大胡子老头。他到了良渚以后，他看到了这个水坝，他非常的激动，他看到了这个水利工程。他说什么呢？他说别管什么标准了，如果说这些水利工程还不能称之为文明的话，我不知道什么叫文明。就是已经彻底震撼到他们了，啊！这就是良渚的水利工程，它一方面护佑着良渚古城，一方面怎么样呢？一方面它又什么？给良渚古城护佑良渚古城不受洪水的侵袭，一方面呢又给良渚古城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既利用水又管理水。这在5000年前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在5000年前，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修建了如此宏伟的水利工程啊！这就是良渚古城啊，这就是良渚古城。好了，我们现在国际的考古学家也有过认可，我们4大文明认定的标准也都找到了。现在咱们要不要开始去找外国人吵架了？比如说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跟他们吵架，咱们现在吵架有没有底气啊？吵架有没有底气？但是我想问一下，
咱们看完了所有的良渚的这些最宏伟的城墙，还有玉琮王、玉月王，还有这个良渚古城、水城，还有这么宏伟的水利工程以后，你还有兴趣去跟外国人吵架吗？你还有兴趣去跟他们争吗？你还有兴趣吗？我反正没啥兴趣啊，我反正没什么兴趣，因为我觉得跟别人去争一个对错，去争一个高低，去争一个长短，我觉得更多的是，其实那个时候是什么？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现。而当我们刚才看到了那么宏伟的良渚古城，这么伟大的水利系统，然后那么精致的玉琮王、玉月王以后，我觉得真正的自信是来源于这些，来源于我们的祖先真正创造的这些文明成果，而不在于外国人给我们的什么认可，对吗？而不在于认可。所以我没有什么兴趣。在之前我是很想跟他们辩论，因为我不服气，但是想想看，这个不服气的背后其实是不自信，而不自信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不了解。当我了解了，我就自信了；当我自信了，我就没有兴趣再去跟他们争这些东西了。真正的自信来自于哪里？真正的自信来自于文明的成果，来自于我们今天我们强大的祖国，来自于我们发达的经济、繁荣的社会，来自于我们这个航天，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太空站上天，来自于我们的潜艇入海，来自于我们的这个6代机翱翔天空，而不来自于别人的认可。大家同意吗？大家同意吗？所以逛良渚古城，我们带孩子们来逛良渚古城，带他们的家长来一起逛良渚古城，真正到最后，我会把这个命题抛出来，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什么是真正的自信。自信不是去跟别人争这个谁高谁低。我觉得现在在网上，我作为一个历史老师，我很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个有2种声音。一种声音呢，就是说美国、欧洲、西方啥都好，比我们先进了什么多少多少，什么庆幸什么掌握在真理，掌握在文明手中，我很不爱看。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不爱看另一种言论，什么呢？我们中华民族什么怎么样的时候，他们还在树上待着，然后他们甚至说他们那些什么工业革命，那些科学革命，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永乐大典。我觉得这也不对，我觉得这是2个极端。我们只有真正的去了解历史，了解中国的历史，也了解外国的历史以后，我们就能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在欧洲，他们有很多不如我们的地方但是他们也孕育了很多文明的成果。同样的，我们的这个过去也有一些这个不堪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祖先也靠双手创造出来了非常多的灿烂的文明。只有大家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互相包容，我们整个的人类文明才能不断的向前走，我们才能不断创造出更多的文明的这种成果，让每一个人生活得更幸福生活得更幸福。我觉得这是真正去逛良渚古城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了解良渚为什么实证了我们中华文明5000年。第二个就是让我们感觉到什么是真正的自信什么是真正的自信。对，了解才能理解。下面我回应另外一个问题
我回应另外一个问题。那这些我提一句哈，我做这个历史课，然后我做的是历史思辨课哈，不管是线下带孩子们到这些良渚古城啊、良渚博物院呐、等等这些地方，还是说我们的线上的课，我们主打的是历史思辨，在历史中去思考，在历史中去锻炼思考能力，在历史中去思考那些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哈，可以比如说花这个9块9，然后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试看课。好，那接下来我来回应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直播间里刚才有朋友提过，就是良渚文明是从哪儿来的，然后呢它又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在4300年前良渚文明神秘的消失了啊？良渚文明为什么神秘的消失了啊？良渚啊，要说它是怎么来的，这个呢涉及到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类是怎么来的。这个话题说出来啊，我希望直播间里不要什么有这种太多的过激的言论哈，这只代表我的认知啊，只代表我的认知。根据现在的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关于 DNA 的研究，今天全世界的所有的人，包括黑人、白人，我们黄种人，都来自于什么呢？共同的祖先都来自于非洲的啊，我们都叫智人，都来自于祖先就在非洲，在东非那个地方。然后呢，经过了这些智人，他们在东非的智人经过了几万年的扩散到了全世界的差不多每一个角落，当然也来到了我们中国的这片地方啊。当然我们也来到中国这片地方。然后呢，当时进入中国有几条路线，其中啊一条路线，他们是先就是从这个埃及到两河流域，然后沿着一直到什么呢？到中亚，到印度，然后到东南亚，然后向北进入中国这片地方以后，其中一支是从云贵高原扩散进来，从云南贵州那边扩散进来，慢慢到了青藏高原，然后到了黄土高原。那这一支在后来就是占据了我们现在中华文明主体的炎黄子孙这一支哈，就是炎帝、黄帝他们这一支。当然炎帝、黄帝也是传说，我只说就是这个大概就是类比是这一支。还有一支呢，他们是沿着东南沿海进来的，然后到了广东、福建、浙江这一支。那这一支他们的后代慢慢的就是叫什么？叫做百越。在我们历史上有百越，其实一直到汉朝，到汉武帝的时候，浙江的南部都还是他们呢，都还不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北方人，就是北方人的这个实力还没有到那儿呢。那时候还叫欧越，还有个欧国在那儿，就相当于在中原看就是土著了。然后呢，这些百越他们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国家，其中就有什么？就有良渚啊，就有良渚。对，还有一条线呢，还有一条线是什么呢？就是到了今天的，就是这个湖南、湖北啊，他们在历史上叫白浦，他们也一直留存了很久很久啊。所以说，其实当时智人又分了好几条线，然后到了中国，再往后就都融合起来了。但是在5000年前还没有融合，还没有太多的融合，还各是各的，因为互相之间离得比较远，那个时候的条件什么都有限。那我们单说良渚这一支哈，良渚这一支其实再往前就是差不多到这个良渚是5000年前，在差不多10000年前，这些百越居先民呢，他们一部分留在了这个什么大陆上，还有一部分他们扬帆出海，
他们这个最先到了哪里呢？最先到了台湾。那个时候海平面比较低，所以说从福建到台湾，它那个海面没有那么宽，他们容易过去。然后再往后，他们从以台湾为根据地，他们慢慢的扩散到了整个的太平洋里面的各种这个岛去。像夏威夷啊、新西兰呐、然后呢，像靠近非洲的那个是什么？那个叫什么岛啊？然后整个太平洋里面的各种岛上都是他们的后代。今天我们把他们叫做南岛语族，大概有4亿人啊。咱们看过迪士尼有一个电影叫迪士尼有个电影叫《海洋奇缘》，其实讲的就是他们的故事。然后呢，咱们好莱坞有个明星叫巨石强森，就是身上纹一身花那个壮汉，他就是南岛语族的人啊，他都是南岛语族的人。然后这个南岛语族呢，4亿人，他们说的语言都几乎是一样的，虽然他们彼此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在福建南平有一个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在那个博物馆里面，你是展示最多的这个关于南岛语族溯源的这些文物啊等等这些研究。那其实说来，他们和良渚人他们是亲戚关系啊，是亲戚关系。当然1万年前他们就已经跨海出去了。那剩下这些人呢，就生存在浙江、福建包括广东沿海的这些地方。那其中有一支就发展出了良渚文明啊，发展出良渚文明。这就是良渚是怎么来的。然后良渚后来又怎么没的呢？是因为气候的问题啊，对，马达加斯加，对的啊。然后这个南岛语族它的这个溯源，它最终溯源先溯到台湾，然后再溯到这个咱们就是以前的这个百越这儿，这个是已经是定论了啊，这个已经不是猜测了，通过各种这种 DNA 的研究都已经定论了。有很多的南岛语族的人，他们跑到福建去这个叫什么？去寻祖先啊，都有的。然后呢，这个它是怎么没的呢？它是良渚文明啊，存在了1000年，从5300年前开始，然后到4300年前结束。4300年前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那个时候气候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海平面上升，然后这个天天下这个大暴雨啊，天天下大暴雨。你看咱们这个不管是中国历史上咱们有大禹治水的传说，还有这个欧洲的那个什么历史里面有这个什么诺亚方舟的传说，其实全世界各大民族的这个上古传说里都有大洪水的记载。当然它不见得是同一次啊，但是呢就是可以印证什么，就是每过那么几百年上千年就会有大的这种气候的变化。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在经历一次大的气候变化。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新闻里面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现在经常在下雨，很多树都已经长得很大了啊，然后很多北方的河流啊都已经开始水都会比较多，都可以恢复通航了。我们现在也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当时这个良渚啊就是发大洪水，当时那个虽然良渚修了水坝，但是它那个水坝呢可能是抵抗不了这种1000年一遇的大洪水，就是这种大的这种自然的这个气候的变化。所以说当时良渚古城最后的命运就是被洪水淹没。那这个水一直淹到什么时候啊？一直到秦始皇的时候，那都已经过去了多少年了？那都已经过去了3000年了，已经过去了3000年以后，杭州，整个杭州，今天我们这个看到的杭州市区含在海水之下。那个时候也没有西湖，西湖是一个海角啊，也是海角。秦始皇时期，史书上这时候有史书了，史书上记载秦始皇是怎么到杭州的？他是坐船来的。当然他也不是为了来杭州，他是为了去会稽，就是绍兴去祭拜大禹陵，他是路过杭州，本来想到杭州，当时不叫杭州，叫钱塘哈，钱塘县。当时说到钱塘县这个下船来视察一下，结果那天风浪太大了，他就没下船啊，就没下船，这是历史上的记载啊。当时这个杭州就整个这片地方都是被洪水淹没掉了，就是大海，就是海。那海水呢？这个良渚人肯定，良渚城被淹了，良渚人肯定不可能坐以待毙嘛，对不对？
那梁主人去了哪里呢？四散奔逃，寻找生路。比如说向北的一支往这个江苏、山东的方向去走，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到了江苏的北部，和当地的另外一群史前人类，就是我们现在叫大汶口文化，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战争。为了争夺地盘啊，争夺资源，争夺生存空间。在江苏有个叫花厅的地方，那个地方发掘了什么呢？发掘出来了4000年前的那个墓葬遗址。那很奇怪，就是2种文化的墓葬都有，既有大汶口，明显有大汶口那种文化特征的墓葬，也有良渚这种文化特征的墓葬都有。还有一个墓里面竟然埋着什么呢？两边的人。而且看到有些骨头上面都有什么中的那个箭呐，什么被斧头砍的呀，所以当时啊发生了这个激烈的战争，然后发生激烈战争，肯定打着最后也都相互融合起来了啊，然后呢，向南的他们呢，因为海平面上升，这个地方没法住了嘛，他们就向南退进了什么？退进了浙江中南部连绵的群山之间。你打开浙江地图，你就知道浙江只有东北边那一个角是平原，就是杭嘉湖平原，再往这个中部和南部全部都是山区，退进了这个连绵的大山之间，然后就在大山里面生存，当然文明程度也退后了很多，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2000年后的春秋战国时期，这片地方才再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而这一次是成为了什么？吴越争霸的古战场。当年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当中原人第一次看到越国人的时候，越国人是一副什么样的样子呢？叫做断发纹身。那个时候中原人已经是留长头发了，就男的也是留长头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之类的。但是呢，这边的越国人那不一样，头发不是留长的，各种稀奇古怪的发型都有，身上纹着一身花，是吧？这是纹身，非常的彪悍啊，非常的彪悍。那他们就很可能是良渚人的后代，今天根据这个 DNA 的这个检测啊，的时候，大家知道今天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就是这个祖先呐，就是你根据 DNA 的这个测序检测，今天所有中国人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6个超级父亲，也就是说往前几千年，今天所有的中国人，他们都是来源于6个这个男的啊。6个男的，不是歧视女性啊，而是说 DNA 检测技术里面那个线粒体，它只是男的传男的啊。然后呢，这6大这个超级父亲里面，其中最大的一个支系，就是最大的一个族群最多的一个，就是叫越国，就是叫什么越国王族这么一个系。那今天浙江省的人里面有10%几的人都是什么 DNA 是这个支系的。所以你就知道，其实良渚虽然消亡了，但是良渚人他们的基因，他们的 DNA 永远留存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里。那除了 DNA 这个层面，还有呢，你比如说这个良渚人他的这个什么呢？良渚刚才我们看到良渚古城中间是王宫，一圈在外面一圈那个圆的是内城，内城在外其实还有一圈是外城。这种3重这个宫殿的结构，就是3重王城的结构，在后来的北京、长安、洛阳，包括杭州等等的古都，全部都是这样的这个规制。所以说这种文化符号也留存了下来。还有什么呢？我们看到良渚的玉琮王、玉越王，良渚的玉器加工技术是非常牛的，那整个当时的这个良渚啊，我们今天在河南的2里头，这是
差不多是夏朝的时候，我们就姑且说是夏朝哈，夏这个朝代，这个因为还没有文字，所以不能确认。然后呢，包括这个殷墟，包括三星堆，三星堆是和商朝差不多同时代的这个文明遗迹哈，在这些遗迹里面都发现了良渚玉器，也就是说当年大范围文明是有交流的。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所有民族里面几乎唯一热爱玉器的民族，其他民族都是更热爱金银那些，我们中华民族是唯一的，几乎唯一的热爱玉器的民族。这个跟良渚也有什么？也有脱不开的干系。所以说，良渚古城虽然消失了，在这个大洪水中间消失了，但是第一，良渚人的血脉 DNA 永远融进了中华民族的血脉；第二，良渚的文化永远融入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成分里面啊，永远融入了我们中华文明之中。所以大家说说，良渚消亡了吗？这是又一个问题，良渚消亡了没有？4300年前，良渚消亡了吗？良渚啊，没有消亡，只是良渚城被洪水淹了，良渚的那些稻田被洪水淹了，但是良渚人的基因，良渚的文化永远融入了我们中华民族之中。这也是我们今天讲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意思，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是什么简单的从一个支儿，就是什么炎黄那一支儿下来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间融合了各个地方的，就是我们中国这片大地各个古人类、古文明他们的血脉和他们的文化，共同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中国，就是中华文明。这就是多元一体的意思啊，这就是多元一体的意思啊。所以说，这就是良渚最后的去向。其实现在已经就是说，我们不光是良渚哈，这个你包括像魏晋南北朝，就是东汉末年这个天下大乱是吧？最后搞得五胡乱华，那你说曾经的匈奴去哪儿了？匈奴其中分成了两支，一支跑到了欧洲，另外一支就融入了整个中华民族啊。那今天在你的 DNA 里，你说不定就有匈奴的一份子呢。所以说，这个就是这种文明的融合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就是搞那种民族对立，是吧？因为大家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啊，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而且在过去，你说那个游牧民族和这个汉人，他难道就真的势不两立吗？也不是啊，因为当年你比如说像汉武帝打匈奴，打到这个西域啊，然后打到这个大漠，他要打到那儿以后，他就要什么？他就要驻军。但是当地那个气候又生产不了粮食，他又种不了地，他怎么办呢？那他就是什么？他一方面就是从内地调拨粮食又太贵又太这个费劲，他就当地就是屯田，你种粮食不行，你也给我种，试着种，但是种出来粮食实在是什么产量太少。然后呢，这边这个汉朝啊，像中原王朝，一旦有个内乱什么的，就管不了那么外面那些就是军屯，就是那个驻军那些人了。那这些人怎么办？他为了活下来，他也就什么？他在那个气候条件下，在那个环境下，他也就开始养牛养马，过不了2代，他就是匈奴。所以说，现代很多民族根本就不是血缘的概念啊，而是可能是一种文化的概念了。好，那今天带大家看了这个良渚古城，你看这块的景色非常好哈。然后呢，大家以后到良渚古城的话，可以这个建议哈，按照我的路线从西门进来，先看西城墙遗址，再看反山王陵，然后到中间的这个叫莫角山高台，就是那个宫殿区，然后这基本上就把良渚古城最精华的部分都走完了。如果你还有力气，可以再往东门那边走一走，那儿有一个叫
叫钟家岗手工作坊区，就当时呢是良渚古城的一个手工作坊集中的地方，在那儿呢发现了很多的那种手工作坊留下的遗迹。你比如说最有意思的是什么？最有意思的是在那儿竟然发现了一个陀螺作坊，就是我们小时候抽的那个陀螺啊。对，良渚就是这么大，3平方公里嘞，啊，城墙都有6000米啊，然后走得我呼哧呼哧的。这个你能想象吗？就当时这个精细化分工到什么程度？就当时在良渚竟然有个小小的玩具厂，搁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玩具厂，就是反斗城，连给小孩做玩具都有专门的一个作坊。当然，玩具只发现了一种，就是陀螺。那个陀螺，大家在那个良渚博物院能看到哈，长得跟咱们小时候玩那个陀螺是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的。是的，是非常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好了，大家是不是也感受到这个？听完以后是不是也感受到这个我的讲解，是不一样的，跟一般的导游不一样的啊？他们讲的也很好哈，但是大家的这个切入的这个视角不一样。我是以一个历史老师的视角去切入的，在任何一个博物馆，在一个历史遗迹，我都会用历史老师的视角去切入，然后去重新组织设计这个里面的这些材料。你比如说我讲一些什么发掘故事讲的就比较少，因为它和历史没啥关系，我更多的是要去设计，要去找一个线索，通过这个线索让大家有好奇心，有动力，能够把所有的这些都兴致盎然的去听完去看完。你比如说在良渚古城遗址，我找到的就是这个如何去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而这个东西也不是编的，是真实就这么发生的。良渚它就是实证了中华文明5000年，这是良渚它之于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意义啊，之于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意义。所以说这些内容呢，都是我经过了这个设计的啊，都是经过了设计，不是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哈。那样的话不行，那样的话很快大家就变得就像是以前上学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一样，听着听着就不知道讲到哪儿了，听完以后就记不住。但是大家如果说能够记住，第一个，为什么去良渚？因为要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第二个，怎么实证？就是要从良渚找到那4个文明认定的标准：大规模人口聚集的城市，宏伟的建筑，然后精细的社会化分工，还有什么呢？社会阶层分化。那我们找到了吗？找到了。在哪里找到的？在城墙，我们找到了宏伟建筑和大规模人口聚集；在反山王陵，我们找到了精细分工和这个社会分化、等级分化。然后在那个宫殿区那儿，通过水坝，我们再次把这4个元素全部又重温了一遍啊，又重温了一遍。这就是我整个的这个讲解的设计哈。然后每次我带孩子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来参加良渚的时候，也都是这么给他们带着他们来参加这活动。当然带着孩子们的话，互动化就会比较多了，各种让他们去猜，让他们去发现，而不是我去告诉他们哈，而不是我去告诉他们。包括其他的也都是一样，你比如说上周啊，后天的我先不剧透啊，然后大家可以预约下一场直播。你比如说上周去的是这个岳王庙岳飞。如果说只是讲岳飞的那些生平故事，那就很没意思了，对吧？大家小时候看小说书都看过，这大战铁浮屠啊，大战拐子马，对吗？那我的设计是什么呢？我的设计就是其实要解决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英雄真的是天生的吗？就像岳飞是天生的吗？天生就是那样的吗？我们小时候读岳飞的故事，包括读很多伟人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我们都会觉得哇，他天生就这么厉害。好了，除了钦佩，就跟自己没啥关系了，因为你是天生的嘛，你天生跟我们不一样，那我有什么好反思、好学习的呢？但是我们在岳王庙，我的主题就是什么？就是英雄到底是不是天生的？那通过这个去讲岳飞从小的时候，他光从军就从了5次，
可不是一次就当兵，就是他直接从军，然后就是个什么，就是一个这个军人里面的天才，然后就什么当上元帅，然后就开始抗金，完全不是这样。其实他从军的历程就充满了坎坷，中间还差点死掉，啊，还差点被处死，中间也存在着挫折、失败等等这些，但是呢，最终他过来，所以我们看到英雄他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啊，他是这么成长，而且岳飞的身上也有很多时代的局限性，以及他自己性格的局限性。岳飞本身就是一个什么钢铁直男，但是这个直男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目标太专注了，啊，对自己的目标太专注。那整个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些讲解都是有设计的。对，世界观是后天形成的是后天形成的。我的每一次直播，然后呢，每一次这个我们给孩子上的每一节课，然后包括给孩子讲的博物馆的历史故事等等，都是经过了这样的设计的。这个设计呢，可能跟一般的这种让孩子听历史故事或者听导游的讲解，它有这样的几点不一样我总结了一下，第一点，我们在做一节课、做一个直播，或者说在做这个什么一个音频的时候，我首先会去想，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历史人物？为什么要听这个历史故事？为什么要来这个历史遗迹？为什么要到这个博物馆？而这个为什么一定是要和什么？是要和你自己有关联的。就是你听完这节课，听完这段这个音频，或者来到这个历史遗迹走一圈以后，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增益，一个好的，哪怕是一个反思。不然的话，这个事儿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为什么要感兴趣呢？人感兴趣一定是这事儿跟我有关，对吗？那比如说今天的这个良渚古城，那首先证明这个中华文明5000年，这跟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关，一听就上头，一听就来情绪。然后最后我们要提出什么？什么是真正的自信？那这个又是什么？跟每个人都有关系了。我们大家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其实活得不自信，是吧？那不自信来自哪里？自信又来自哪里？怎么建立自信？尤其是一个孩子，怎么建立属于自己的自信呢？每天早上对着镜子大喊3遍"你最棒"，管用吗？一点都不管用。甚至包括你什么，你这个比别人好，那个比别人好，管用吗？可能也不管用。更多的是自己实打实的、踏踏实实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知道我自己哪里，我对我自己都很放心。这样的话才是自信的真正的来源才是自信的真正来源。我这个直播从不到12点就开始了已经这个2个半小时了可以预约下一场直播然后也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好，然后呢，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讲这个跟听的人，就是跟你一定是要有关系的，一定是要对你的人生有所什么呢？有所触动，有所共鸣。我觉得这才是这个。如果说这个地方跟一个普通人，跟一个我们普通人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事儿，那就没有太大意义了，对吧？那这样的话就是什么？那就是你只是知道了一些八卦信息，你最多跟别人吹牛皮的时候可以用一下，但是呢，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的讲解设计的，我的课程设计里面，它一定中间是要有一根线索去贯穿的。你像今天就是贯穿的线索就是什么？就是良渚这个文明，我去证明。我去找这个良渚文明这个4个标准，然后岳飞那里我就是去找什么？去找他人生中那些让他成为英雄的那些时刻，艰难时刻、高光时刻、这个至暗时刻等等等等，通过一个线索把所有的信息都串起来，这样的话你就能有印象。不然的话，一盘散沙就像什么呢？我老打一个比方，就像说这个有一把珍珠，每一个都挺好，但是你把它
拿不起来，你最多只能拿起一个珍珠。但是如果这个珍珠中间，所有的珍珠中间都用一根线串起来的话，它就是什么？一串珍珠项链。你提起任何一颗，你就能拿起所有的啊，你就能拿起所有的。我相信听完今天的直播以后，大家以后啊再去看良渚，你会把良渚，哪怕自己去良渚博物院，你会把良渚博物院里所有的文物你都能串起来，因为每一个文物都在什么？其实都在证明着当时这个文明啊，都在证实当时的这个5000年前的文明。然后第3个就是启发式的，我会不断的在过程中问问题给大家。带孩子们来说，问题会更多啊。现场的话，提问的感觉会更好，就会问的更多。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讲给你听，那你的感受是不深的。一定是什么？最好是整个的这个发现都是你完成的，而我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引路的人。我把你引到这儿，我问你些问题，通过你的思考，然后你去发现，哦，原来是这样。最后是你今天证明了良渚文明确实有5000年，是你发现了岳飞这种英雄不是天生的，是这样的。这是我在做这个设计中间的这个原则和理念哈。咱们直播间里面如果有这个同行，或者说你也对这种学习方式学习设计感兴趣，可以联系我啊，可以联系我哈，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啊，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同时我这里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哈，也可以分享给你。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人能够把学习这件事情变成一件真正开心的事儿啊，真正开心的事儿。谁说学习不能是开心的呢？啊，谁说学习不能是开心的呢？5·1节才去的良渚，除了拍好多好看的照片，啥也没记住。是的，对，就是你得解构这个事情，是吧？你得去解构这个事情。好，那我们的这个店铺里面，大家也可以去逛一下哈。里面的这种课程也好，然后还有这种给孩子讲的博物馆里的历史故事也好啊，还有这个古代人物的这种故事也好，都是用我刚才讲的这套理念，然后去做出来的。大家觉得如果有需要，比如说家里面孩子他喜欢听故事啊，然后都可以这个给他买一份，然后像音频课嘛，在这个接他放学啊，然后这个路上就可以听了啊，就可以听了。我们的那个历史就是给孩子讲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历史故事，每一集一共是10集，每一集是20分钟，每一集对应一个杭州的这种博物馆或者历史遗迹。你包括今天的这个良渚古城也有，但是在那个故事里面，我就不是像今天直播间这样用第一人称平铺直叙的这样讲，而是营造了一个什么呢？营造了一个少年，这个阿和，他呢在经历了各种历险中，他到了良渚古城，发现了今天上午我讲的那些东西啊。这是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呢是一个小朋友，他认识一个外国的小朋友，这外国小朋友说只有3000年，他不服，然后呢他就拉着他老爸在这个良渚古城里面去考古，我们叫这个小学生的良渚考古日记啊。然后这个结构和今天上午我讲的是一样的哈。然后大家可以给孩子们，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带一份，平时呢就可以捂耳朵就听了，听完以后我想他可能就会主动要求你带他到博物馆，到历史遗迹，然后到了以后呢他也能够看得懂，然后看得明白，这样慢慢的他的历史文化的素养就培养起来了，他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就起来了。这个是软实力，对吧？这个和数学、语文、英语相比，这个是软实力。我们经常夸一个人怎么夸的？这个人真有文化，对吧？啊，这个人真有文化哈，啊。我每周的周2和周5都会有这个直播的，都在放在中午哈，然后大家可以关注起来，预约后面的直播。然后呢，我会去讲，然后呢，这个过段时间就会调回头来再讲一个。但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就是老讲一个哈，因为那样我自己讲的也没啥激情啊，所以我会不断的开发新的点，比如说
后天周五，就这周的周五，那个在苏堤上讲苏东坡，这个就是我以前从来直播从来没有讲过了。然后呢，周五的时候咱们再见哈，咱们再见。好，我已经又走回来了，这是那个村委会哈，我在这停车，这个免费蹭人家的这个停车场。好了，那咱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然后咱们周五见啊，这个拜拜。